苍茫寿世，水源就是命。赤脚部落和黑羽部落为了一片水源开战了。3天后，黑羽败了。失去水源就等于失去活路，黑羽部落只能退回荒原。可命运的裂缝已经在他们头顶打开。天上掉下来一个人族，他没有兽耳，也没有兽尾，就是他！这个无毛灾星砸碎了祖灵庇护，黑羽战败都是因为他。人在受事，先修城墙。该死！我不是还在看测地下暗河吗？他没有皮毛，没有利爪，没有图腾印记，他是无毛灾星。祭礼开始，把灾星交还荒神，换黑羽一线生机。等等，我这是穿越了？我前世不是工程师吗？我明明在勘测地下暗河，怎么一睁眼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这老婆子是谁啊？这些长脚长尾巴的又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上来就要献祭我？野人部落吗？30天，赤月升空，兽潮就要来了！等等，老太太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前世是工程师，不是什么灾星。你们拉肚子咳血是水有问题，伤口化脓是没消毒，打不过别人是武器太落后。这锅怎么也甩不到我头上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拉肚子？老身听不懂。今天就要献祭你！他不能杀。陆清河，你干什么？难道想让部落跟着他一起死吗？他不是灾星，他看过藤蔓结寇，看过祭坛石缝，也看过守卫站位。这是在绝境里还想找活路的眼神。他现在被绑在这里，手无寸铁，把活命的希望寄托在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身上，是懦夫的行为。不献祭他，谁来平息水里的毒？谁来治愈战士的伤？谁来治愈战士的伤？结构弱点，我看得见。材料弱点，毒素流向，生命衰败，全都变成了图纸。能量传导受阻，旧伤影响发力。神迹，断脚鹿神选中了他。他不是灾星，他是新巫。拜见新巫。不是，我刚才还差点被祭天，怎么一眨眼全跪了？这职位听着不太正规啊，是酋长、祭司还是部落客服？还有刚才那道光，不会是系统到账了吧？那完了，修路、盖房、造城，这不全是我专业对口吗？这美女谁呀？长得好看就算了，手脚还这么利索。我现在这身份，不会真成部落的老大了吧？那这么说，是不是还能娶好几个媳妇儿啊？都别磕头了，抬起头来。第一个问题，部落现在还能喘气的，总共有多少人？第二个问题，存粮按最低消耗，还能撑几天？第三个问题，最近病死的人，死前喝了哪里的水？你难道不先为主安魂？闭嘴！
展开天宫屋眼。你们没有被神明诅咒，真正的厄运是毒水、感染、缺盐，还有防御为零。给我30天，我要在这片荒原上，给黑羽部落造出一座连神都攻不破的城。住手！把水袋放下！住手！水，少爷，你给他喝这个，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？血丝兽幼卵，比大型凶兽更麻烦。这是毒水，是水鬼在里面下了诅咒。不是水鬼，是虫卵。最近死的人都是喝了生水。你，还有你身后的几个壮汉，全都过来。我们是战士，手是用来拿长矛和凶兽搏斗的。就你现在这副虚脱模样，一只獠牙猪都能把你顶翻。熊莲，你要对乌拔取武器吗？我是断角鹿神选上的天宫乌，在黑羽部落，我的话就是活命的法则。黑羽战士熊离，听凭乌的吩咐。松灵，带4个力气大的去后方沙地挖3个连环沉淀坑，要有落差。清河，带跑得快的去河畔挑细沙和碎石卵，越多越少。剩下的人烧炭砸成指甲盖大小。哇，这是某种上古祭祀吗？别问为什么，照做。走。第1层，拳头大的碎石做基底排水，木炭层压实，这是核心。不能让水走捷径。这水倒进泥沙里，不会更脏吗？倒。还不能喝。过滤只能去掉杂质，水里的小东西还没死绝。有古锅能烧煮。冒大泡后还要继续煮。慢点，一点点喂。阿妈，我饿。醒悟用大地的骨血和火焰的残骸编成神圣的网。人水洗魂，赞美天公。水干净了，但连个像样的杯子都没有。清河，附近哪里有粘土？偏黄或偏红，捏着很黏，干了会裂。东边2座山外有条干涸红土沟，那里的泥一下雨就粘脚。就是那里，叫上熊滩，带人去挖泥巴。发财了！石头和草根全挑干净，一丝都不能留。
把空气挤出来，不然烧的时候会炸。风干，不能暴晒。热气要在里面循环，这是升温的关键。泥巴是活不长久的，风一吹就散。撤火，封死通风口，让它自然冷却。兄弟，拿你的鼓棒砸一下试试。新屋让泥土长出了骨头，大地生谷了。黑羽雄林誓死追随新屋。姑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谢谢你，阿果活下来了，族人也第一次敢喝水了。别谢太早，水只是第一步，黑羽部落就剩这些人了。不是，首领石兰带着几名图腾勇士出去狩猎了，已经3天没回来，还有一些幼崽被赤脚部落抢走了。如果首领再不回来，黑羽就真的没人能撑住外面的兽群了。那就得在他回来之前，让这个营地先别死。首领不行了！这是我们的新屋，他不是那个无毛灾星吗？首领，他不是灾星，是他找出了毒水，让族人第一次喝上了干净水，也是他教我们烧出陶杯陶罐，保住了部落的水。你们出去打猎，连口盐水都没喝。赤脚赶走我们时，抢走了最后一块岩石，我的手已经握不住毛了。白牙商队，他们手里一定有盐。哟，这不是黑羽部落吗？还剩这几十条丧家之远啊！巴图，黑羽需要盐，怎么换？3张完整剑齿树皮，或者10名青壮劳役替白牙商队搬矿1年，不2钱。你做梦！一袋下等盐，以前顶多换半张风狼皮。你们是流亡者，30天后就是兽潮，早晚是凶兽肚子里的肉。把你的破石头收起来吧。那玩意儿狗都不吃。你是谁？无毛废物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放肆！这是我们黑羽的新屋。这是水，怎么会这么干净？我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水。红石滩的盐在哪儿？北边，峡谷北边有个红石大坑，坑底全是黄岩石，沿着干河沟走。我为什么把神赐的容器给他们？那玩意儿有泥巴，一天能烧几百个。化温水清洗伤处，再让他喝1碗。这个只能应急，真要吃还得看我们自己的。桑枝，我叫桑枝，我没有偷懒。从现在起，你不需要只照顾幼崽了。清河、熊林还有桑枝，带兽皮袋，跟我去红石滩。这里是受诅咒的苦地，吃过的人会倒下。不是诅咒，是精盐矿，把最白最密的刮下来。够了，回营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盐。
桑枝，把白土倒进去，加净水，搅到水化不开为止。过滤出的水倒进锅里，死命煮。很好，速度就这样，别抖。灰婆，拿一把烧透的草木灰。啊！脏东西出来了，桑枝，准备撇。对，就这样，不能留。撤火！首领，尝尝。这是真言。从今天起，黑羽的战士听我号令，但黑羽的未来，听吾的号令。听吾号令。水有了，盐有了，但这只是不渴死，不虚弱死。30天后兽潮爆发，你们出不了营地，没有储备粮，我们都会饿死。桑枝，出列。在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部落的肉仓管事，把所有肉切成条，用今天熬出的盐腌制，大木架点松枝，给我熏。我要建立黑羽第一座烟熏肉仓，顺着纹理切，每条不能超过2指宽。他连水桶都提不动。心无旁骛。我看中的是你这双不会发抖的手，看准纹理，下刀。好刀法。抹盐。每一条都要均匀，储粮不是靠运气。烟要包住肉，火不能直接舔上去。这肉不会坏了，哪怕大雪封山，哪怕兽潮围城，黑羽幼崽也不会再饿死。从今天起，肉仓的入库、出库、木架和绳结，全由你说了算。桑枝，绝不让新屋失望。你们以为有水有肉就能躺着等兽潮过去吗？30年后的赤月兽潮，是成千上万的凶兽，断了手也能用嘴和脚搓绳。在黑羽部落，没有废物，只有放错位置的材料。我要成立天工坊，
老的走不动，就坐着打磨剑杆；伤了腿，就削木屑。醒悟，我的左手还能动，我能打磨10足，我能搓绳，我搓的绳子风狼都咬不断。一部名为天宫的战争机器开始轰鸣。一阶角狼来了，我一斧就能劈翻。看到那块包3层虎皮的木把了吗？还凑合，睁大眼睛，这叫物理杠杆。这叫手臂的力轴。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，他只是把你的手臂延长了半米。巫术很神奇，但科学的暴力同样令人迷醉。让天宫坊连夜赶制30把，配给所有能拿动矛的人。地做和轨道能做，关键是弩臂。是不是木头太容易断？如果像编绳结一样，一层层缠紧，会不会不容易断？桑枝，你真是个天才！清河，有何吩咐？有没有弹性极好又拉不断的寿金？库房里有祖屋留下的6阶铁角锡主背金，刀砍不断。拿来，全部拿来。上仙！保护新屋！熊弩，角度抬高3寸，瞄准侧腹。去死吧！原始时代的野猪！他们没死，还有王庭才有的神武。必须禀报首领，黑羽有天大的宝藏。探子回去了，赤脚部落的杂碎们，准备好承受天宫神城的怒火了吗？
是在干什么？黑羽最害怕的是失去您，部落选出最强、最手巧者侍奉您，愿您留下天宫血脉。不是，我就想睡个觉啊！大荒人、感谢人都这么直接的吗？今天能塞4个，明天就能塞1屋。不行，立规矩，马上立规矩！都认真听，现在开始立规矩。第一，不准乱靠近我；第二，分2班守夜；第三，天宫场计功分，谁贡献大，谁再谈奖励。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原来巫师在考验我们，我明天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。清河明白，这就去门外守夜。心无高义呀！为了黑羽大局，竟能压住神明欲火，黑羽有救了。总算糊弄过去了。许愿大人说了，功分最高的能换最好的肉，我要拿第1。桑枝大人，我这是第3根了，记上。桑枝大人，快走！继续。赤脚部落。迟了，滚出来答话！把造水、制盐、烤泥巴的法子全交出来，还有那架能射死铁背兽的木架子。那个新屋也跟我回赤脚做奴隶巫医。你做梦！揣服是陆清河，世盲之道在练四对成花。我们可以进贡一部分盐和肉，但新屋和天宫树是黑羽生存根本，不能交。想要不给，那就杀光你们，我们自己拿。你就是那个无毛新屋。既然是来参观的客人，动不动拔刀，未免太不文明。想要天宫树，可以。先睁大眼看看，你们面对的是怎样一座城。这是炭砂过滤池，喝了不会死。这个100步外能把你们连人带马钉穿。30天后，这面墙上会架30台，交叉覆盖。现在试试弩车准不准，还是回去叫你大哥来？哼，给你们1晚，把盐、肉、陶罐、弩车都打包好，明早不交，黑羽鸡犬不留。明早怎么办？我们打不过他们。谁说要正面打？饿狼守着肥肉，能忍1晚不偷吃吗？天黑后，所有篝火熄灭。你带2名敏捷战士埋伏库房顶上，把弩车推到阴影里，上弦瞄准库房大门。我给过他们做客人的机会，既然他们想做强盗，就让他们永远留在黑羽地基里，做城墙的肥料。白天那个新屋不过是在撑场面，真正关键的是营盐图纸，还有那个叫桑枝的少女。把线索带回来，拿到图纸，黑羽的根基自然会动摇。他们果然不懂防御。
攻我大哥会踏平黑羽。我最讨厌别人在我的工地上捣乱，尤其是抢我的技术人员。这些人留下，你，我留一条命，因为我需要一个邮差。滚回赤脚，带上这些信物，告诉你大哥，黑羽不贵。想要我的城，30连后，带着500人自己来撞个头破血流。黑羽不贵，他们有能射穿铁背兽的大木架。先锋营100骑，立刻集结！踏平黑羽！碾碎他们！他们想冲进来，必须经过这片沙土。支撑地表的岩柱都敲松了，只留一点连接处。很好，第一道防线，等他们自己踩碎。壕沟2米宽，3米深，底部硬木刺已经铺好。他们绕过第一道，也会被逼近第2道。第2台弩车组装完毕。2台弩车能形成您说的交叉火力网。黑羽能不能站住脚，就看今天。今天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天宫的愤怒！天宫，天宫，天宫！前面就是黑羽了，营地。天宫无眼。地层承重极限最弱的桥根陷阱，承重极限，崩盘吧！给我上！都给我往中间靠！长矛手接阵！退下。我们打赢了赤脚100精锐。天宫神王，黑羽万上！怎么了？血皮兽、成虫，赤脚核心区的坐骑都感染了。赤脚主力没来，不是看不起我们，是他们自己也在逃命。全都停下！赤月提前升空了。收巢不是还有20多天吗？赤脚不是来征服我们，
他们也在逃。真正的兽潮已经来了。提前了，这是黑羽的绝路啊！30天，只剩10天，哭喊挡不住外面的畜生。老天只给10天，我们就用10天，把峡谷变成他们的坟场。组织府兵和副让，清理内洞，熏肉精盐全部搬进去，把红土沟粘土和石灰怀都运回来。城墙再加厚2米。护屋队收缩防御，今晚开始城墙轮流死守。听屋的，动起来！谁敢再跪着等死，老子先把他拖去搬石头！两班倒，人歇锤不歇。再厚2米，城墙表面全部刷防虫浆。这里不能漏，哪怕一条虫进去，内洞就完了。喝口水吧。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新屋像个疯子，把你们当成牲口一样使唤？您是在把尊严和活路一锤一锤砸进地基里。清河这条命是巫从绝路上捡回来的，等守住这一关，清河愿按古老图腾仪式，把生命与图腾都献给巫。好，等全城建成，我陪你跳第1束封路舞。警戒！那批妖魔正在逼近！不是凶手，是人，后面有兽潮追着。开门，放我们进去！救救孩子！北边领地全塌了！30天前，你们抢走岩石火种，把我们赶来死地！不准开门！不准开门！赤脚该死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赤雷是杂碎，
但赤脚有顶级土木囧氏血脉，若能收服，对扩建有用。第一，赤脚所有勇士立刻把武器扔进护城沟，脱甲，双手抱头，跪姿接受捆绑。受潮结束前，你们是戴罪劳工。第二，30天前从黑羽抢走的岩石、火种和幼崽，活着的送到侧门，死掉的，以后用你们的命在天宫房里10倍劳剁偿还。第三，你赤雷平民入城后，交出大神灵骨牌，然后向后转，拿着你的刀，挡住第一波冲击城墙的凶兽，向黑羽死去的灵骨英灵谢罪。黑羽的新屋，你是个狠角色。赤脚所属，交出武器，入城求活。孩子先过清洁区，衣物斗净，再进内洞。受潮撞墙了，打不打？黑羽的战士们，看清楚，我们建了5天5夜的城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弩车，全攻卯塞，给老子放火！守住了，第一波守住了！不用图腾之力，不靠肉身搏杀，这就是天宫术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这东西不是我们能挡的。破不了黄，快退入内洞，城墙能缓掉一部分冲击，我们还能走后山密道。退，往哪儿退？没有绝对无敌的结构，只要洞子够大，角度够准。掀开步骤！司之，都在这里。行了，天宫神
就是大荒唯一的法则。赤脚已死，从今往后，大荒再无赤脚。我赤雷，愿为天宫神城门下第一走卒，万死不辞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流亡者，也不再是黑羽残部。这座城名为鹿鸣。鹿鸣神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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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宫不朽。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！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。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第2季开播了。上一季我从天上掉进了兽室，差点就被巫毒扇，差点就被拖上祭坛，结果阴差阳错，就定来自觉醒了天宫之力。我带着这帮兽人搞基建、修城墙、扛兽槽，最后硬生生在荒原上建起了第一座城。可城市建起来了，接下来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人在兽室，先修城墙。赢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高兴的太早了。外墙承重结构，大面积清损。右侧缺口，内部3合土层断裂，随时会2次坍塌。是吗？在，天宫屋安在。别光顾着傻乐，现在的神城就像一个漏风的筛子，还不到休息的时候。第一，立刻组织赤脚的青壮降兵，把护城沟里的尸体全部清理出来，在下风口挖深坑集中焚烧，深埋时必须撒上厚厚的生石灰。一旦爆发疫病，我们没被野兽咬死，也会被细菌拉着陪葬。第二，带上你的人，去把右侧崩塌的城墙基石重新加固，用生石灰和粘土按最高强度的比例混合，封堵所有裂缝。城墙是我们在荒原立足的根，一丝一毫的隐患都不能留。是，俺这就去办。谁敢在这时候偷懒，俺一斧头劈了他。清水、粮仓、城墙、制度，真正的文明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兽骨风铃阵只会被10里内大量狂暴气血触发，若兽潮退了，它本该沉寂。这不是正常反应。公主万岁！怎么回事？兽群不是已经退散了吗？难道兽王没死透，还是有第2波黑潮？没有红色热源群，原本该升温的地热能量网变成了深蓝色。
现在才刚刚入秋，北风不该带来这种白霜。百灾寒潮，本该3年后才来的百灾，被黑潮兽王提前引爆了。逃？往哪儿逃？离开城墙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所有人，立刻停止一切庆祝，把所有的水膏搬进室内，把所有的火坑点燃。那风铃不是在为野兽预警，那是北风送来的战书。白遭寒潮提前降临了，从现在起，神城进入90天倒计时。我不管老天爷要冻死多少人，只要在这座城里，老子就绝不让他带走一条命。敌袭！全军上墙，弩车上前！锁定峡谷口！等无助判断！没有受潮热源，是人。惨，太惨了！城上的人听着，我们是鹿角族的残部，我们在北方的领地遭遇了血地兽潮，祖文战死，图腾崩裂。我们顺着地上的脚印，在风雪里走了3天3夜，才逃到这里。听说这里有一座天宫神城，听说这里的巫不会把幼娃献祭给荒神，听说这里有干净的水，又能挡住野兽的墙。我们的大人可以不吃饭，可以冻死在外面，求求你们收留我们的幼崽，哪怕给你们当最下贱的奴隶，只要让他们活下去。求求神城收留，救救孩子吧！30天前，他们也曾这样绝望等死。要不先把孩子放进来？不许动！不，我们不能开门。您不要忘了，白灾寒潮提前了，只剩下不到90天。我们城里的烟熏肉和银烟是按现有的人口死死卡着量算出来的。如果再收留这500张嘴，而且还有那么多无法打猎的商人和幼崽，我们的粮仓绝对撑不过这个冬天。为了保住神城的根基，为了我们自己能活下去，这个门绝不能开。大荒从来没有救世主，这小子要是敢开门，这座城就算不被冻死，也会被这帮恶狼吃垮。救救孩子吧！救救孩子吧！求求神城收留！这个门绝不能开！大荒从来没有救世主，救别人还是保自己？如果当初我也只算粮食和风险，如果建一座城只是为了像野兽一样苟延残喘，那我和赤骨王和旧神殿又有什么区别？石亮，你算过粮仓的消耗，算过白灾的严寒，但你这颗大荒的脑子永远算漏了一样东西。在你的眼里，他们是500张只会消耗粮食的嘴，但在我的眼里，他们是500个能把这座神城的防御力再往上翻1倍的顶级劳动力。90天内，我们需要挖深达10米的地下恒温储粮窖。我们现时建造能容纳上千人取暖的公共火烫屋。我们需要开采大量煤炭和木材。我们需要把外城墙的厚度再夯实2米。
凭城里现在的这几百个劳动力，就算把你们全累吐血，也绝对不可能在90天内完工。我天宫神城，不当悲天悯人的救世主，但也绝不当见死不救的懦夫。想要在这场绝户的大灾里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绝对的秩序，把所有能用的双手全部整合到这座战争机器里。师猛，给我开侧门，放下吊桥。谢巫主恩典，谢神城救命之恩。我可以给你们生路，但在踏上这座吊桥之前，你们必须明白一件事：我天宫神城不是收容废物的善堂，也不养跪在地上的奴隶。入我神城者，必须遵守天宫3律。第一，登记造册，所有人按族群、年龄特强，在城门内向户籍官报备。谁擅长挖土，谁擅长伐木，谁会缝制兽皮，给我交代的清清楚楚。隐瞒不报者，逐出神城。第二，以工代赈，除了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、重伤员和幼崽，任何人想从我的粮仓里拿走一口肉，喝走一口热水，就必须用你们的双手去干活。多劳多得，不劳者死。第三，严禁私斗。进了这座城，不管你们以前在荒原上是死敌还是世交，在这堵墙内，杀人者偿命，寻衅者断手。唯一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。没有神谕，没有献祭，没有任人宰割的奴隶契约。这套规矩简单粗暴，却透着一种无法反驳的公平。鹿角族愿守神城律法，愿为天宫乌流干最后一滴汗水。入城，简衣，分粮，干活。简衣，分粮，能动的去登记干活。有人没有拖垮城门，反而变成了秩序。这个男人想要的，根本不是当一个部落的首领，他是要在这片荒原上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度。第一批已经到了，大荒的洗牌正式开始了。距离鹿角族500难民入城已经过去了整整5天，在以工代赈、不劳者死的天宫3律驱使下，神城展现出大荒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执行力。快，把这筐冻土拉上去！再来一筐，别停！为了换取那一口能救命的热汤，他们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潜能。在即将到来的极寒白灾中，地表建筑根本挡不住能冻裂骨头的严寒，只有依靠地底恒温层，才能保证清水不连缸冻裂，腌菜和肉类不变成石头。神教的底部必须突破冻土层，还要再往下挖2米。3合土搅拌不要停！神智会不够了，去天武房找3镇主管催。抓贼，打死他！他偷了肉仓的盐腌肉。站住！站住！他还护着肉。混账东西，死到临头还敢吃！白灾前，粮食就是命。偷粮就是偷全城人的命！神城不养贼，偷肉矿死罪！让开，让我看看。是雨鸦族的人。雨鸦族，那群荒原红虫。雨鸦族没有强悍体魄，战斗力低下，却长着翅膀，速度极快。在各族眼中，雨鸦族就是荒原上的蝗虫，人人喊打的小偷。打死他！雨鸦族都是贼，严惩偷粮贼，按天宫律法把他押起来。神城不养贼，神城大贼交给巫主审。都退后，等巫主定规矩。住手！
叫什么名字？辉牙。为什么要偷？我妹妹在城外10里的破庙里快冻死了，她发着高烧，如果再吃不上一口肉，喝不上一口盐水，她熬不过今晚。偷就是偷，别拿弱小当借口。神城有规矩，只要你肯干活，就能换到热汤和肉。你既然有着力气翻越肉仓的栅栏，为什么不在城门口登记做工？做工？我去了好几个部落求他们收留我干活，结果呢？他们只要看起我背后的翅膀，就直接用长矛把我赶出去。你们神城口口声声说收留难民，难道你们会要一个名声早就烂透了的贼吗？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天宫3律定得清清楚楚，铁律如山。在严冬面前，梁氏的规矩绝不能破。如果不重罚他，以后城里几千人，人人都拿苦衷当理由，神城的秩序就彻底崩了。按规矩，必须拘押候审，停掉分配，重罚立威。在许燕的世界中，地上的灰鸦不再是一个肮脏的小偷，骨骼密度极低，中空蜂窝状结构，重量只有同等体型人类的30%，风速流体感知极度敏锐，视觉系统异常，动态视力和远视距调节能力极强。神城有城墙，有弩车，可暴雪一旦封山，地面的探后根本走不出去，预警塔也只是被动防御，制空权、高空视野，这才是神城最缺的战略资源。眼前这个被所有人喊打的羽鸦族少年，就是上天送给神城的活体雷达。那是救命的。实验首领说的对，偷东西在神城是重罪，罪不能免，罚也不能轻。但是我这人从来不干赔本的买卖，砍掉你的一只手，对神城来说，除了一趟烂血和一具没用的尸体，没有任何工程学上的收益。你不是说没人愿意用你干活吗？今天老子就给你一份活干。看到那座塔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灰鸦就是我天宫神城第1任高空侦察兵。你的这双翅膀和眼睛不再是用来偷鸡摸狗的烂工具，我要你每天飞上云层，给我死死盯着北方，哪里有兽群集结，哪里有暴风雪过境，你要比城里的所有人都先看到。听懂了吗？灰鸦，干还是不干？只要有价值，哪怕是贼，也能成为神城的利刃。第1任高空侦察兵，我也是有用的吗？我干！我干！只要能救我妹妹，我回衙的这条命、这双翅膀，以后就是无主的。您让我看哪儿，我就看哪儿。桑枝，带他去洗干净，拿2块最好的熏肉给他，派一队人去城外，把他妹妹接进衣棚，让陆宁用最好的药。吃饱之后，立刻给我飞上去。百灾的先头部队随时可能逼近，我要神城的头顶永远悬着一双眼睛。我不是趴在泥地上的蝼蚁了，我是神城的天空之眼。北方，屋主让我死死盯着北方。那不是雪。成千上万，他们全在往南跑。那不是普通兽潮，是被白灾赶鸭子一样驱赶的生态崩塌。凛冬已至，传令全城，击剑加速，准备迎敌。风石阵，不是逃难队，他们浑身都是狂暴气血，像在巡视领地。
速度好快，是白狼族。在大荒，白狼族是出了名的掠夺者和强战种族，他们信奉绝对力量，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。必须马上通知神城。所有人立刻停止登记，退到护城沟两侧。天宫军结阵。这就是传闻中那个不杀幼崽、有吃有喝的天宫神城。墙倒是修得挺高，可惜守门的却是一群连图腾都没有完全觉醒的废物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银狐族那个只会带着族人东躲年藏的小狐狸月流吗？你们银狐族以前被我们白狼族抢得连过冬的粮食都不剩，现在居然在这座破城里当起看门狗了。双牙，这里是天宫神城，不是你白狼族撒野的猎场。想进城避难可以。下狼、缴械，在城门处登记人数和特长，按天宫3律，以劳碌换取食物。你说什么？月里，你是不是在这个破地方待傻了？大荒的规矩永远是强者吃肉，弱者让路。我们白狼族虽然被黑潮冲散了领地，但我们依然是这片荒原上最锋利的刀。能让我们白狼族入住，是这座城的荣幸。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天宫屋，应该亲自滚出来，把最好的肉和最暖和的屋子双手奉上。现在立刻给本少主把路让开，谁敢挡路，我就把谁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。神城规矩，不守者滚！找死！给我冲过去！踏平这群不长眼的废物！天宫军要被撕碎了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兄弟们，天宫巫教的乌龟壳，今天终于能开张了！给俺起阵！这不是大荒传统木板防具，这是许燕结合古代方阵和现代力学，专门为高强度冲击设计的天宫盾阵。这怎么可能？再次！混蛋！给我破开那个王八蹄子！啊！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天宫巫？怎么不敢下来跟我1对1单挑，只会躲在城墙上用这种阴险瓦器暗算吗？算什么大荒勇士？单挑？大荒的规矩确实是强者为尊，但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。在这座城里，老子的城墙比你的骨头硬，老子的弩车比你的刀快，这就是老子的力量。现在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下狼，
放下武器，去城门口排队登记。或者，带着你那可笑的骄傲，站着死在我的弩车之下。少主，我们冲不过去的，那是能杀6阶兽王的武器啊！虚燕的话，狠狠砸碎了双牙20多年来建立的弱肉强食世界观。白狼族愿缴械，我们排队登记。岳离，给他们造册。列队造册。坐狼统一关入兽棚集中管理。既然他们白狼族精力胖碰，那从今天起，内城地下主粮窖最底层的坚冰层就由他们负责开凿。一天挖不出定量的冰土，一天不准发肉汤。是。凭借强悍体魄，白狼族爆发出了惊人的击剑效率。随着牛角族、羽鸦族、白狼族以及零星流亡者涌入，鹿鸣城人口迎来爆炸式增长。混蛋！你们白龙族凭什么抢我们牛角族的石灰推车？抢！大皇上谁的力气大，东西就是谁的。你们这群食草的软骨头，也配用最好的推车？大荒千百年来的族群歧视与血仇，正在这面狭小城墙内激烈碰撞。都给俺住手！想尝尝天宫律法吗？有人！俺能看凶兽，看不了几千人的旧仇。多族矛盾失控归还来的小怪兽。许燕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城里现在有5个不同族群，几千人，每天因为抢工具、抢火炕位置，甚至因为一个眼神爆发的冲突就有几10起。天宫3律只能管生死，管不了人心。再不解决，白曹还没来，我们在内部就先打起来了。你说的对，靠石猛的斧头压不住几千人的世仇。一座城旁的建立，修墙容易，定心难。传令下去，停下内城广场的铺砖工程，把所有上好铁木全部集中到这里。我要建一座多族议事厅。从这一刻起，神城不止修墙，也开始修规矩。大荒的规矩是用拳头说话，重塑灾荒秩序。那我就给他们立一个用嘴说话的规矩。告诉各族首领，以后所有的矛盾、物资分配、恩怨纠纷，都在议事厅的圆桌上解决。每个族群不论强弱，只要在神城流了汗，就有资格派代表坐上那张桌子。谁敢在桌子下面动刀子，我就让他在整个荒原上除名。从这一刻起，许岩不仅是在建一座城，他是在亲手重塑整个大荒的文明法则。与此同时，距离鹿鸣城数百里之外，北方深处，荒原王庭也被白糟阴影笼罩。
神奇已至，王的意志不可违。她本是青鸾族的圣女，部落被赤骨王吞并后，她为了保护残存的族人，被迫成为了这笼中之女。怎么了，多多？是不是哪里冷？母妃，我今天听到神殿的那些黑袍祭司和父王说话了。他们说白哉是兽神发怒了，因为外面的雪太大了。神职者说，寻常之人并不够用，需要最为尊贵的王族血脉才能安抚巨兽。母妃，他们是打算将我送入圣火之中，是吗？别瞎说，有母妃在，谁也不能动你。在赤骨王和兽神殿统治的旧世界里，弱者只是消耗品。他明白，哪怕是王庭血脉，也可能成为权力交易的筹码。母妃，我听外面的奴隶守卫偷偷说，他们说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有一座叫天宫神城的地方，那里的墙比山还高，那里有吃不完的热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说那个叫天宫屋的大人从来不把小孩扔进火里喂兽神。母妃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用献祭小孩子也能平安长大的地方吗？母妃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，但如果有，母妃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把你送过去。这座建立在远古巨兽骨架之上的庞大营地，代表着大荒最巅峰的暴力与强权。你是说，南边那片原本连鸟都不拉屎的废土上，凭空冒出了一座城？回大王，千真万确，那座城叫天宫神城。城墙有5米多高，全是灰白色石头夯得死死的，连8阶凶兽都撞不开。他们城里有吃不完的精盐，永远不会腐烂的熏肉，还有一种不用图腾之力就能射杀巨兽的恐怖大弩。最邪门的是那个自称天宫屋的首领，他不仅不献祭幼崽，还四处收容流亡的弱族。现在鹿角、白狼、银狐好几个族群的残部都投靠了他，城里的人口已经快过3000了。人口快过3000。有城墙，有粮仓，有岩窖，还有弩车。老子养着王庭这几万人，每天为了粮食愁得要杀人。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野巫，居然建起了一座宝库。大王，此人不可留。那个天宫屋公然宣扬不需要献祭，这是对兽神最大的亵渎。如果不把这座所谓神城烧成灰屑，把伪巫绑在火刑柱上祭天，王庭都会受到诅咒。闭嘴！你这装神弄鬼的老狗！老子能坐稳这王庭，靠的是手里的刀，不是你们神殿嘴里的神谕。那座城烧了多可惜。铁兰在。带上你的铁松先锋营，立刻南下，给我把那座天宫神城围了。告诉那个天宫屋，交出造墙的图纸、所有粮仓钥匙、弩车制造法，再把他们那个管事的狐族女人送来王庭当人质。我可以开恩，让他们成为王庭的附庸。如果不交呢？那就屠了城，把所有男人杀光，女人和工匠用铁链拴着拖回王庭。大荒的规矩，好东西只能归真正的强者所有。铁兰领命。铁兰没有任何废话，转身大步走出了火盆炽热的古帐，消失在漫天风雪中。
大荒的温度正在以一种违背自然常理的速度疯狂暴跌。屋主，挖不动了，地太硬了。族人们连着干了2天2夜，手都烂了。但地下储粮壳才挖了不到3米。昨晚城北的帐篷区有5个伤员没熬过去，活活冻死了。寒冷正在无情地收割着神城脆弱的生命线，零下30多度，体能流失速度是常温下的5倍。如果再这样强行施工，神窖还没挖出来，城里的人就要先死绝了。神法，这是神法，是兽神的诅咒。那个天宫屋亵渎了兽神，阻断了活体献祭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冻成冰雕。只有重新向神明献上祭品，才能平息神怒。兽神息怒，别再强宰了！离开妖城，重新求神，才有活路。雪，人心快散了，旧神殿的探子在煽动恐慌。如果不能立刻解决取暖问题，等不到王庭的人来，我们自己就先崩溃了。神法，神法可笑。在落后的文明里，战胜迷信的唯一武器，就是超出他们认知极限的物理奇迹。停下所有露天挖掘工作！把地寒族的工兵大队给我调过来，放弃深挖粮窖，全部转移到城西那3座新建好的大通铺去。师梦，把库房里囤积的所有干柴和昨天刚开采出来的黑石全部拉过去。是。桑稚，把那些用泥巴和石灰砌好的排烟管道给我接死，一丝烟都不能漏进屋里。好。那些大通铺虽然有屋顶，可里面就是黄泥垒的长条土台子，连张兽皮垫子都没有，睡在上面比睡在冰上还冷啊！冷不冷，老子说了算。半个时辰后，把全城所有老人、幼崽和冻伤的病人全部给我塞进那3座土屋里。看吧，天宫屋已经疯了，他不仅救不了我们，还要把我们关在土屋里活活冻死。这就是违背兽神的下场。是不是找死？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点火！让所有人进去。哇，好暖和。这是热的，这是热的。整个屋子的温度在短短1炷香内，从零下升到了有如初夏般的温暖。活过来了，我的手能动了。神法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是你们求的兽神给了你们温暖，还是老子用泥巴砌出来的火炕救了你们的命？在天宫神城，神不给你们的，老子自己造。谁再敢在城里散播一句神法的废话，我就把他扒光了，绑在城墙上，让他去问问兽神冷不冷。人心在这一刻不仅被稳住了，更被许燕那犹如神明造物般的工程学死死焊在了一起。
王庭的狗鼻子倒是挺灵，刚把炕烧热，他们就来送死了。天宫军上城墙！绞盘拉满！准备迎客！这哪里是什么流亡部落的破落营地？大王的情报有误，这根本不是野巫营地，而是一座战争要塞。城上的人听着，我乃荒原王庭先锋大将铁兰，奉赤骨王之命前来接管这座营地，让你们那个什么天宫屋滚出来答话，交出造墙的图纸、粮仓的钥匙和弩车，再把你们管事的狐族女人送去王庭做人质。赤骨王可以开恩，赐予你们成为王庭附庸的荣耀，否则大军压境，城破之日，鸡犬不留，送去王庭做人质。王庭要把神城变附庸，保护将军！这等射程和威力，别说他们身上的铠甲，就算八阶凶兽来了，也会被瞬间洞穿。回去告诉赤骨王，我天宫神城不收奴隶，也不给人当狗。他要是眼馋我的城，就让他亲自带着脑袋来换。现在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弩车的射程。再往前踏出半步，这根箭就会钉在你的喉咙上。天宫屋，你狂妄不了多久的。等王庭主力一到，我看你拿什么挡！全军撤退，后撤10里安营抓寨，等待大王主力。外敌暂时退了，但神城内部的野患却在极端天气高强度劳动下，开始像毒疮一样溃烂。不干了，老子实在挖不动了，这地冻得比石头还硬，连着挖了6天，死了多少人？现在连王庭的大军都压过来了，我们还要挖这种没用的深坑，这不是等死吗？是啊，为什么还要挖？这根本就不是白灾！我爷爷活了60岁，他说大荒的白灾30年才一次，明明还有3年才到，这只不过是一场早来的秋雪罢了。那个天宫屋根本就是在骗我们，他制造白灾恐慌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当免费的奴隶，让我们没日没夜给他造成，最后活活累死。反了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要休息。都给俺闭嘴！拿起你们的铲子！
让他们停下。工程管理中，当施工队对图纸产生根本性怀疑时，靠鞭子是没用的。问题的根源不是懒惰，而是信任的断裂。必须拿出绝对的数据。你说，这不是摆在？对，这只是普通的风雪，你是在制造恐慌，奴役我们。石萌、双牙，带上你们手底下最精锐的10个兄弟。今天，我给你们上一堂什么叫生态圈崩塌的自然科学课。就在这里，往下挖。挖不动了，地脉冻死了。生火，把土烤软，继续挖。我要你们挖到3米深。足足耗费2个时辰，在烤化无数次土层后，一个深达3米的大坑终于成型。停！那是什么？这是钻地红舞。没错，钻地红乌，大荒最低阶的节肢动物。普通冬天，它们只需要钻到地下半米就能安全越冬。但现在，他们拼了命地钻到了地下3米。他们在逃避地表即将到来的绝对零度。你们以为他们是在躲秋雪吗？那是玄冰鸟，玄冰鸟是最喜欢严寒的神鸟，它们从来不会离开极北之地，它们怎么会往南边逃？因为极北之地已经没有活物了。黑潮兽王的提前苏醒，彻底撕裂了北方的地热层。这不是一场提前的雪，还有最多70天。地表上一切没有被放进恒温窖里的植物，都会变成石头；所有没有火炕的屋子，都会变成死亡冰屋。现在，还有谁觉得老子是在奴役你们？他终于明白，这个男人不是在建一座城，他是在与天地抢命。白狼族，愿听屋主差遣，死战不退。鹿角族誓死追随天宫屋。当生存的恐惧被彻底点燃，他们将化身为最恐怖的基建狂谋。还有谁觉得奴役？该死的伪巫，竟然能看破天象！本想借他们的怨气从内部撕开这座城，没想到反倒让那个伪巫把全城的心拧成了一股绳。既然恐吓不了你们，那本祭司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罚。他们不是自诩干净吗？
盯住外城那口过滤饮水的主井。我要让这座自诩干净的神城变成一座瘟疫的炼狱。昨晚总算睡暖了。快些，劳工营那边等着煮粥。快些，劳工营那边等着煮粥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这水怎么感觉有点浑？后面还等着打水呢。快点，都给我等着水。阿古，你怎么了？他也倒了，那边也有人不对。是神罚，兽神的诅咒降临了！大家看啊，这就是追随伪巫的下场。伪巫是神明，天宫巫违背祖宗的规矩，不献祭幼崽，惹怒了天上的神明。神明降下瘟疫，让我们的水变成了毒水。兽神息怒，再待在这座妖城里，我们全都会浑身烂透而死。住口！谁在妖焰火中？让开！退后！谁都不准碰这口井！巫主来了！巫主来了！陆宁，白鹿一族的传人，也是大荒中极少数懂得使用草药的医者。入城后，他被许燕直接任命为神城医棚负责人。巫主，这水有古怪，喝了的人全倒了。伪巫来了，大家不要怕他，他骗了我们，这是兽神降下的瘟疫，他的泥巴墙挡得住野兽，挡得住无形的瘟疫吗？死不量力。什么狗屁瘟疫？源头在井底，不是自然变异，是人工做出来的粗劣东西。神罚？兽神如果就这点下毒的本事，那他也配叫神？陆宁，用你的银药草测一测这水里的神气。草黑了！这不是瘟疫，瘟疫发作需要时间，也绝不会让银叶草瞬间发黑。这是人为污染。投毒，是人干的！胡说八道！你们这是在亵渎神明！谁能在
神城里投毒？谁有那么大本事，能在神城眼皮子底下做手脚？这分明是你们为了掩盖神罚编造的谎言！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谷主，俺在。石猛，准备兽皮、木炭、细沙、陶锅和火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见所谓神罚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让开一拳！看清楚，所谓神罚，就先从这里过一遍。颜色淡了，但还不干净。神罚能被炭沙挡住？还没完，大火烧开，熬干它。是。火再大点儿。够了。瞪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！这是高温剔除后的污染残渣。瘟疫能被煮成粉末吗？神罚能被木炭过滤出来吗？这不可能！骗我们！石萌，给我拿下他，搜身！你们敢！他身上也有人赃并获。这是本政治工作吗？这是他干的！别杀我！我都说，是黑羽大祭司，是神殿派我来的。他们说这座城不敬受神，只要制造瘟疫的假象，就能让所有人逃出城去。神殿居然想害死我们所有人，我们把他们当神，他们把我们当草。去他妈的众神！把人压下去，政务封存。封锁所有水井，逐口清理。屋主，不对劲！怎么了？走。毒，不对，毒变异了。昨晚的极度深寒改变了毒里的病史。说清楚。刚才立刻发作的人，是因为今天早上那一口水最重，可是昨天下午水里就已经出事了。现在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毒，而是会在人群里扩散的肺热疫病。他们昨天都做过事。千算万算，漏了极寒催化，不能让他们散。在这个没有药的世界，一场真正疫病，比10个赤骨王还可怕！全城戒严！外城封锁，所有咳嗽发热的人全部就地控制。石猛，带人戴上厚兽皮口罩，把城西未完工的火炕大屋清出来，建立强制隔离区。陆宁，烧开水。退后，不准取水。所有水都要烧开后再统一分配。从现在起，全城任何人不准喝一口生水。让我过去，我家人在里面。退回县内，退回县内，不准随意走动，所有人按区域站住。
想活就别乱跑。谁敢冲卡乱跑，把疫病带进内城，老子直接用弩车射击！按无主命令分队。先把咳嗽最重的分出来。一个一个进去。大荒的死神这一次没有带刀剑，而是带着无形的疫病推开了天宫神城的大门。快，用草木灰覆盖它的盆叶，然后用蛇石灰把这块地砖彻底盖住，任何人都不能踩它。屋主有令，隔离区100步之内列为禁地。把他们关在这么热的土屋里，那是把他们的灵魂锁在炼狱里烤啊！我儿子身上都热得发烫了，怎么还能睡在火炕上？让开！吹风洗礼，你是嫌他们死得不够快，还是嫌这满城的几千人命太长？寒风洗礼，净化一切。肺热病人再出去吹零下几10度寒风，不是退热，是找死。肺泡一冻裂，大出血，神仙来了也救不活。麦西，平稳了。活了，过来了！3天了，终于。许愿，零新增。天宫屋挡住了死神！去他妈的兽神诅咒！天宫屋才是我们真正的神！干得不错，你现在算是一个合格的医馆馆长了。如果不是屋主坚持用火炕维持温度，我的草药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白灾倒计时还在走，外城墙的加高工程一刻都不能停。许言，疫病虽然压下去了，但城北的劳工营出事了，白狼族和银狐族打起来了，不是普通的斗殴，是动了刀子。原因，双牙炸了。他说白狼族出力最多，可兽皮先给了守塔巡墙的银狐斥候，他认定银狐族卡白狼的命，他还骂银狐族是弱族，还打伤了拦路的银狐老人。去议事厅，今天老子就教教他。什么叫规矩之下万族平等？双牙，你觉得月罗不给你铁背兽的皮甲是在公报私仇？难道不是吗？铁背兽皮最厚最不透风，我们白狼族在地下10米的冰窖里砸冰，是全城最冷最苦的活，凭什么分不到最厚的皮甲？你双牙，你知道你今天要是真把那批铁背兽皮抢走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当然不会挨冻。一旦你们停工或者换班走上地面，零下几10度的寒风会在瞬间抽干衣服表面的温度，你们贴在皮肤上的汗会立刻结成冰。那件你拼命要抢的厚重皮甲，不是保命，是冰棺材。银狐族和雨鸦族趁袭，要在御景塔和外墙迎风站岗，长时间不能乱动，才是真正保命的装备。所以月落把铁背兽皮分给银狐和雨鸦吃小，灰狼皮分给谁？不是私仇，是最合理的保命调配。现在，你还要抢那批皮甲，去谋杀你的族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弟媳，旧神裁决武士借着暴风雪摸到外城墙下，已经在城外架起火梯。议事结束，全城拉响最高警报。双牙、石萌，带上武器，随我上墙迎敌。爬上去，见人就杀，鸡犬不留。
什么？神殿的狗爬得够辛苦的。清朝。为了众神，死战不退。第二道防线，火油阵。放箭。九阶玄冰兽铠甲。双阳，戴罪立功的机会给你了。神殿的杂碎，给老子滚下去！痛快，再来！许燕，你这渡神的异端，兽神之怒，王者苏醒！那是什么怪物？装神弄鬼，失去了肌肉弹性和气血支撑，这种破铜烂铁也配叫攻城兽？给老子破！弩车大队，全弓矿满载，给我瞄准那个拿骨头棍子的老神棍！许愿，你等着！无主，那老狗跑不远，俺也去追，砍了他的脑袋！不用追了，杀一条丧家之犬没有意义，留着他那条命，让他去王庭给赤骨报信。传令下去，打扫战场。明天一早，全面启动东城扩建。老废物，带了几百个精锐，连一座土城都没爬上去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大王，这不是普通的战败，这是兽神发怒的征兆。百灾乱象，族心不稳，唯有最高规格王血仪式，方能安定人心。最小公主朵朵，你再敢把朵朵推向神台，我便让你再也开不了口。赤灵，收刀。若能稳住王庭，安定族心，舍一女，不足为惜。父王，大王，且慢。天宫神城虚实难测，铁兰先锋失利，大祭司身负重伤。此刻贸然祭天起兵，一旦战事僵直，王庭粮草撑不过即将到来的白霜。我去。好，就给你3天。若3日内你未能带回降书与图纸，朵朵便要登上祭神台。谢大王。他自己转起来了。少见多怪，这叫水力势能转化。报，北方发现队伍，打着荒原王庭使者的旗号，领头的是个女人。开侧门，让他们进来。姓名、部落、人数。拿着牌子去3号火炭屋领你的热粥和熏肉。这怎么可能？不用献祭，也能这样活下去。不用神明赐福，不用流血献祭，这就是天宫神城的力量。看够了吗？你就是王庭的使者，想要图纸、弩车，还有粮仓钥匙。我叫清渊，是王庭的王妃，我不是来劝降的，我是来求您救命的。我不是赤骨王的人。明天正午，旧神殿会带走朵朵，兵力、粮道、神殿入口都在这儿。救他，王庭核心情报归你。人可以救，但从现在起，你是神城在王庭的眼睛。粮道一断，王庭必乱。石猛、双阳，在，属下在。挑50个你手底下最快、最悍不畏死的白狼骑兵，每人带足3天的肉干和极寒火油。天黑之前出发，连夜强行军突袭王庭。你负责高空导航，避开王庭的外围主力巡逻队，直接把白狼骑兵引到祭神台。我要你们在明天正午点火的那一刻，把那个小女孩连同旧神殿这帮神棍的脸皮，敢动我天宫神城的人，老子就去拆了他的祭坛。白狼族领命，带不回小公主，我双牙提头来见。神明的火，在天宫神城的科学灭火器面前，
连个屁都不是。挡我者死！他们合围了，兄弟们，点火！冲！人就到了，撤！铁兰，给我追！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座城，不需要牺牲弱者也能活下去。风雪彻底封锁了天宫神城。昨夜战利品清点完毕，朵朵已经在医馆醒来，赤莲已经开始清洗先锋营里那些死忠于赤骨王的亲信。意料之中。这是双岩交出的白狼族族长印信，从今天起，白狼族正归入天宫军常备骑兵。让他明天带人配合铁红族去开采城北矿脉。既然入了边，就别想吃白饭。天宫叔叔，过来。你会把朵朵送回去吗？朵朵在王庭就是祭品。这里没有兽神，也没有祭坛，只要你站在天宫神城里，谁也没资格决定你该死。别说赤骨王，就算是天上的神想带走你，也得先问问老子这几万根弩弹同不同意。那母妃呢？你母妃正在做这片荒原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人没救回来，还折了500精锐。天宫神城有连射弩车、瞬间炸烈火的怪物武器，白狼骑兵拼死冲阵，先锋根本无法近身。一群废物！大王，议和失败了，天宫我根本不是人，他们把使者团全抓了，还扬言，扬言你只要敢踏入神城100里之内，就要把王庭粮仓炸成粉末了。传王令，所有附庸所有兵力，3天内全线集结，放弃王庭，全军南下。赤骨王已经上钩了。双阳，告诉铁林，把他那3万大军给我往黑水河的断崖里狠狠地赶。这是汉字，难道我不是第一个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？吴主，出事了！北边的巡逻队在荒原上发现了第2座城，那座城名叫天宫城。人在受事，先修城墙。这是我的位置！放屁！我昨天睡的就是这里。你都快把尾巴伸我脸上了！那是你自己睡觉不老实。谁把我兽皮拿走了？不是拿走，是借用。借用你大爷！第几次了？我的，你的。今天第3次。打完3天才接受。我突然觉得受潮都没这么难对付。谁带头闹事儿？站出来！我，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好。等着，我去找屋主。谁在打架今晚睡雪地？粮食、木柴、兽皮、药草。喝。等会儿。救你！你干什么？再不吃饭，我怕神城还没饿死人，你先把自己饿死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？跟你学的。我好生气呀！上一集为什么不让我出来？
是不是你身边美女太多，把我给忘了？我金英公主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是不是火康屋打起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走。为什么吵？我先来的。可我孩子病了。我们巡逻一晚上，回来连个暖和位置都没有。月离，来了。黑羽族严书参与城墙建设19天，运石376筐，优先甲级。这都急。赤脚族阿桑抚养3名幼崽，参与兽皮缝制28天，优先甲级。白狼族乌烈巡逻12次，优先甲级。狐族牙牙照顾病人11名，优先甲级。自己做过什么，神城居然全都记着。从今天起，暖位按贡献分配。老人、幼崽、病人先保底，修墙的、运石的、巡夜的、照顾伤病的，按贡献入册。甲等在前，乙等在后，丙等在排。贡献升了，暖位就往前挪；贡献少了，就往后让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赞成。我就是没听懂，这规矩叫什么？文明。文明？对，文明。那文明到底是啥？我看你怎么编。文明就是以前谁拳头硬，谁睡火墙边。哪不一样？现在拳头再硬，也硬不过月离手里的炭笔。当然，屋主说的也硬。屋主，挖土回来了。我活过来了，差点冻死我。商人也怕冷。废话，我又不是你这种披着熊皮的怪物。屋主，出事了。你每次来都出事儿。王庭那边开始逃人了，多少？第一批800，后面还有。他们说宁愿来鹿鸣城挖粪坑，也不想回去当祭品。神城真正的考验来了。以前的问题是怎么活，接下来是怎么让更多人一起活。娘嘞，真来了，而且好像不止800。挖土！你个奸商给的什么情报？昨天是800，今天他们路上又减了200。流民还能越走越多？会，而且越来越多，跟下崽儿似的。屋主，出问题了。粮仓？对，按原计划，粮仓还能撑42天，可要是再多1000张嘴，就只剩28天。再来1000人，19天。别算了，我开始饿了。你闭嘴！你一个人顶别人4个人饭量。我长这么大也不是我的错。确实，你小时候就跟小野猪似的。许叔叔，进来。给你。为什么给我？娘说你最近都没好好吃饭，我分你一半。完了，我被感动到了，我眼睛进沙子了。这是冬天，哪来的沙子？谢谢。许叔叔，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呀？因为他们也没有家了吗？我娘以前说，荒原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，为了一口清水，几个部落能打到天黑；为了一块肉干，有人能打到手都抬不起来。可是后来，许叔叔来了，他让抢水的人去挖水沟，让抢火的人去修火炕，
让抢粮的人把名字记在目册上。娘说，这世上最难的不是点一堆火，是有人愿意把火分出去一点。许叔叔，门外那些人也能分到一点火吗？会的，因为现在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名字？山崖。会什么？打猎。下一位。名字？老木头。会什么？修房子、挖沟、搭桥、看水，还会种地。真的假的？黑鸭，你小子还活着！屋主，出事了！发现一座城。什么城？和我们一样的城。这里，距离神城7天路程。以前是一片废弃石谷，现在有城墙，有农田，还有人巡逻。不可能，荒原除了神城，没人会种地。我亲眼看见的。多少人？至少5000。5000人，放在以前已经是大型部落了。会不会也是哪个巫突然开窍了？你当开窍是拉屎吗？说开就开。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？你先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，再聊文明。那地方是不是叫石鼓城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呀。你知道哪里？知道一点儿。年轻时候路过，后来荒废了。再后来听说有人进去过，不过都没出来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们也没问啊。我觉得该派人去看看。我觉得不该。万一是陷阱呢？万一是朋友呢？荒原还有朋友？你这话说的太伤感情了。我跟你有感情吗？有啊，欠我3块肉干还没还呢。突然发现，人多了之后，开会真的比打手抄还累。喝。怎么不是肉汤了？月离说你最近胖了。我没说。现在说了。如今那里已经不再是荒地，虽然还没到播种期，但已经能看出规模。你在担心那座城？有一点。如果他们是敌人呢？那就想办法解决。如果是朋友呢？那可能比敌人更重要。如果这世界还有第2个懂建设、懂秩序的人，那意义远远超过打100场仗。老木头呢？刚刚还在，又跑了。在那边。他在干什么？这里低了点儿，那边高了点儿。水顺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，一个快饿死的老头儿。这个老头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屋主，查到了那座城的名字，叫什么？天宫城。天宫城，确定？确定。我前进去过。天宫城。你到底是谁？流民，会点手艺。会点手艺？
你昨天改了我3条排水沟，今天修好了塌掉的蓄水池，刚刚还把熊离设计的厕所给救回来了。哼！什么叫我设计的厕所？那是意外。你把男厕和女厕修反了，那不是长得一样吗？这小子有前途。你骂谁呢？聊聊。聊什么？排水沟、蓄水池、厕所。能不能别提厕所？你果然懂。年轻人太聪明不好。你见过这些东西？见过。在哪里？天宫城。人就是这样写。陆宁姐姐，为什么要学字呀？因为以后你们不用只会打猎，也不用只会逃荒，你们可以记住很多东西，把它们留给下一代。那以后是不是就没人忘记我娘了？对，不会忘。这老头最近混得比我还像自己人，而且吃的比你少。这句话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说说吧，天宫城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们一定拥有和我们类似的技术，而且比我们更早。那他们为什么一直没出现？因为他们不敢。他们不是不想出来，是不敢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天宫城差一点统一荒原，后来被灭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那座城曾经比现在的神城大10倍，可最后还是输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啊！天宫城最后一个工匠木山。等等，你不是流民？算。那你怎么又是工匠？工匠不能当流民。很多年前，荒原有过一座城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部落，也没有现在的王庭，只有天宫城。那里有路，有桥，有水渠，有粮仓。冬天不会冻死人，夏天不会渴死人，老人有人养，孩子有人教，受伤有人治。这不就是我们吗？所以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，以为自己死了，回到了天宫城。你这话怪吓人的，有点像鬼故事。鬼故事里有厕所吗？好像还真没有。后来呢？后来，他们太强了。啊，强不是好事吗？对天宫城来说不是，因为他们让太多人活下来了。当越来越多人逃进天宫城，部落没人了，王庭没人了，
祭司没人信了，连兽神殿收祭品都收不到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对百姓来说是好事，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来说，不是。于是他们联合了王庭、祭司、贵族、大部落，所有人一起围攻天宫城。不会又抢炕吧？不是抢人！刚进城那批流民打起来了，2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打起来了。神城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你昨天说喜欢我，我说的是感谢你。感谢不就是喜欢吗？那你昨天给我肉汤，那是因为你饿晕了。你果然喜欢我。这逻辑怎么这么熟悉？我年轻时候也这么不要脸。管理3000人最大的敌人，可能不是王庭，是这些家伙的脑回路。吵完了吗？很好，既然这么有精神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3个去挖排水沟。为什么？因为闲人才有时间闹事。这处理方式太深沉了。我怀疑你最近把我当病人养。因为你确实不像正常人，你建完城还给自己找更多事儿。没办法，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。如果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呢？10万、20万，你都管吗？能管多少，就管多少。找到了！真的在这里！天宫一脉还没断。又怎么了？炕塌了，粮仓着火了，还是巴图又带人来了？比巴图还吓人。那确实挺严重。什么情况？他们昨晚到的，天亮才敲门，说要见屋主。天宫第3支脉，木河，拜见少主。又来！上次月历叫屋主，这次直接少主了，下次是不是该叫兽神了？
你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天宫之眼不会错。木山前辈传讯的时候，我们还不信，可看到神城以后，我们信了。除了天宫之眼，没人能做到这些。还活着。山叔，真的是你！别哭，哭得跟巴图亏钱似的。为什么又是我？这些年，天宫后人一直在躲，有的藏在矿山，有的藏在岩沼，有的甚至改名换姓，因为王庭和神殿从来没停止过追杀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追？因为他们怕。怕什么？怕第二个天宫城出现。王庭最怕的不是武器，不是城墙，而是有人告诉普通人，原来不当奴隶也能活。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统领，出事了！说吧，这次谁抢谁了？学堂那边，朵朵把先生问哭了。陆宁哭了？不是，新来的老先生。发生什么了？朵朵问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先生，如果兽神真的爱大家，为什么会让大家挨饿呀？我问错了吗？你在笑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想起高兴的事情。我信你才怪。这孩子以后绝对是个人才。少主，其实我今天来，不只是认祖归宗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有人知道神城的位置了，而且不是王庭。是谁？当年毁掉天宫城的人。还活着？这都多少年了，乌龟都该老死了吧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一个组织。组织。继续说。当年天宫城最强的时候，人口超过10万。10万，那得吃多少饭？重点是饭吗？大
当然是。我现在一想到10万人同时吃饭，头皮都发麻。你是怕他们把你的饭吃了吧？天宫城最强的时候，修建了横跨荒原的水渠，建立了学堂，建立了医馆，建立了工坊，甚至开始教普通人识字。后来有些人怕了，因为他们发现，当所有人都能吃饱识字，他们就没办法继续高高在上了。无论什么时代，知识和秩序永远比刀更危险。又出啥事儿了？开办第1学堂。阿哥，学堂开课啦！朵朵当班长啦！班长又是啥？我也不知道，许叔叔说的，反正听起来很厉害。这也行。哼，班长。上课啦！迟到的人罚抄字。因为我是班长，班长最大。这孩子学的还挺快。哎呦，没事吧？你是谁呀？我叫青石，刚到省城。那你会写字吗？不会。那你以后得叫我先生。哦，没听错吧？这丫头越来越像许言了。赚是能赚，就是效率不高。正常，第一次做，能赚起来就算成功。屋主，怎么了？我在北边发现一件事，有人在故意散播消息，说神城是邪城，说学堂会蛊惑孩子，说火炕会受神诅咒。哪个傻子编的？而且很多流民信。终于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敌人，不是刀，不是受潮，而是愚昧，而是那些害怕改变的人。还有一件事，什么？散播消息的人正在往神城来。多少人？祭司。
他们脖子不累吗？习惯了。祭司都这样，低头容易看见百姓。你这嘴是真毒啊！老师，这里真是流民城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卖力？因为干活有工分。工分是什么？你连工分都不知道？乡下来的吧？桑城，他们为什么不抢？排队就能领，为什么要抢？人之所以为人，不是因为牙齿锋利，而是因为会思考、会合作、会创造。先生，我有问题。如果祭司说兽神赐予一切，那火炕是谁发明的？许城主。那学堂呢？许城主。那为什么大家感谢兽神比感谢许叔叔还多？屋主来了来了！谁来了？祭司。哦。他们可是来砸场子的。那就让他们砸。万一他们真把人忽悠走怎么办？问你个问题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冬天冻不死人是兽神保佑，你信吗？我信火炕。如果有人说吃饱饭是兽神赐的呢？我信粮仓。如果有人说生病能好是兽神治的呢？我信陆宁。这不就够了吗？你就是许燕。是我。听说你在这里传播异端。啥叫异端？意思是他没抢到生意。懂了。祭司大人，你觉得什么是异端？违背兽神意志。那请问，兽神让孩子挨饿吗？当然不是。兽神让老人冻死吗？
不是。兽神让人生病没人治吗？不是。那我做这些事，为什么算异端？我也有问题。祭司爷爷，如果兽神真的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来上课呀？有时候，改变世界最厉害的武器，不是刀，不是弩，而是一个敢问问题的孩子。这东西居然这么暖和！祭司大人，别客气，凉了不好吃。哼，老夫不重口腹之欲。有骨气，肚子都在反抗你。老师，怎么样？肉放多了。对对对，下次让厨子少放点。唉，为什么还要写字？因为你笨。我哪里笨了？这个字念什么？肉。那是人。这个呢？肉。那是火。你以后还是负责打猎吧。然后
最新统计出来了，昨天新增237人，今天早上又来了80多个。粮食还能撑多久？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，大概1个半月。比预计还快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啥成功了？水车终于能用了。水自己往高处跑了。不是水自己跑，是许燕逼他跑。祭司来了！老师，这是神迹吗？老师，您说神城真的错了吗？这里没人饿死，没人抢东西，孩子还能读书。如果这是错的，那什么才是对的？屋主，怎么了？北方又出现一支流民队伍，多少人？大概3000。3000。而且不是普通流民，他们是整整一个部族。住房不够，粮食不够，火炕也不够。我也不够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说，带队的人是个女人。而且她说，她认识你。就是他，他带着整个部族过来的。叫什么？林婉，他自己说的。这个名字不像熟人名字。
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操！认识。开议事厅。你认识我？认识，但你不认识我。你们能先出去吗？不行，万一你是骗子呢？你是熊离吧？你认识我？神城第一饭桶。说正事。我爷爷留下来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遇见一个叫许燕的人，就把这个交给他。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天宫城遗址。天宫，能听见吗？听不见。那你还趴着？戏份到了。偷听很好玩。没有，我们是在巡逻。这孩子跟许燕学坏了。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我爷爷临死前说，如果看见神城，一定要来，因为那里有天宫真正的继承人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当年天宫城留下的预言里提到过一个名字，许燕。这是天宫手札，还在，居然还在！山主，这是什么？当年天宫城留下的记录，很多都毁了，这是最后一批。很值钱。废话，你祖宗坟头没了，突然发现族谱还在，你激动不？我爷爷说，当年天宫城毁灭前，有一群工匠逃了出来。他们带着最后的火种，分散到荒原各地，等待预言中的人出现。等等，怎么越来越像说书先生了？确实，下一句是不是要说天命之子？差不多。我说中了。这不对，这里少了一页。什么？最重要的一页少了。关于天宫之眼的记录没了。
去看看。他们又干啥了？他们在教大人认字。这是人，这是火，这是山。多多老师，这个字怎么老写歪？哼，因为你笨。你已经是今天第3个被骂笨的人了。人火山。虚言继承正是啥？那个林婉，怎么了？离他远点儿。为什么？直觉。怎么样？比爷爷说的还好。那不是好事吗？干啥？熊统领，听说你招人。我招啥人？你就别装了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我想跟你混。能自己选，真的假的？安静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挤，再挤取消资格。娘嘞，这比打仗还恐怖啊！从今天开始，神城正式划分职业：农田队、工坊队、建筑队、巡逻队、医馆、学堂、商队。自由选择。我去工坊，我要当老师。你会认字吗？不会。那你当个屁老师？好像也对。我申请商队主管。理由：我会赚钱，我会砍价，我会骗人。不是，最后那个划掉。我要工坊，整个工坊归我。批准。批验。
医馆，我缺人，缺很多人。以前没人管我们，现在我们想学救人。好。我要当先生。我也要。完了，神城教育要毁了。先把字认全，再做梦。我认识很多字了。公分怎么写？熊统领，不是，你们为什么都来我这儿？因为你厉害。这理由倒也合理。而且能吃，跟他走准没错。这也算理由？能吃不是战斗能力。跟着你肯定饿不着。什么病？不知道。最开始只是发热，后来开始咳血，最后死了。在荒原，受潮可怕，饥荒可怕，但最可怕的永远是疫病，因为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而且传得飞快。有多少人感染？至少200，已经死了30多个。坏了，真要进神城，会死人。那怎么办？通知全城，立刻执行1级防疫令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外来人员隔离7天。所有饮用水必须烧开。所有厕所统一处理，禁止随地排泄。发现发热者立即上报。屋主，什么叫隔离？简单，单独关起来。这么狠，比死人强。
什么叫喝开水？水还要烧？那不是浪费柴火吗？还要修厕所，为什么不能随地拉？我都拉几十年了。隔离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不是坐牢？这些都要贴，还要解释清楚。怎么全归我了？啥意思啊？还真得我亲自来。意思就是最高军令，别到处拉。以前都这么干，这话没毛病。以前还吃不饱呢。这反驳绝了，好像确实有点道理。来，发热了，我刚才是不是咳了一下？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先喝点热水暖暖身子。陆宁大夫，我今天打喷嚏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昨晚咳嗽了一下，是不是疫病？我家男人放屁比平时响，是不是感染了？洗手了吗？喝开水了吗？怎么还有第二问？你刚才是不是没洗手就吃肉？没有，我确实没洗。罚你重新洗。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者，但不能放松。出事了！说。隔离区发现发热病人，几个？3个。而且是同一支流民队伍。这是疫病第一次进入神城，真正的考验来了。
好像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他们不像医兵，性像中毒。不是病，是毒。开始了，让它慢慢乱吧。不是疫病，是投毒！谁干的？哪个王八蛋？抓出来打死！都给我稳住！这已经不是偷粮食了，这是想害死人。查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有个共同点。什么共同点？中毒的人都喝过同一个水点的水。蓄水池。东区第3蓄水池。走。找到了。什么东西？枯骨草。这是什么？少量会发热，大量会死人。真的是投毒。东区第3蓄水池最近接触过的人全部登记，一个都别漏。终于轮到我干老本行了。抓人是吧？这个我熟。抓错一个，你下个月工分减半。我突然觉得查案要严谨一点。阿哥，
昨天你是不是看见奇怪的人了？什么人？就是那个鬼鬼祟祟的人。那个黑袍子。对。后来呢？我以为他在找厕所。他说绕了半天没找到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往东区去了。徐叔叔，我们知道了。知道啥？坏人！我们看见坏人了！坏人？黑袍人？什么时候？前天下午，东区。他说找厕所。所以，他真是在找厕所？不，是在确认路线。而且是外来人，神城的人不会迷路。最近3天进入神城的流民里，有一个人不见了。没有工作登记。没有住房登记，甚至没人知道他住哪儿，就像凭空消失一样。只有一个名字。叫什么？乌木。你们查水点那边，你们守屋顶口。站住！
山也见过，天宫城遗迹里到处都是。天宫城遗迹里到处人都是。怎么可能？你认识？认得。这是兽神会。当年就是他们毁了天宫城。兽神殿在明面，兽神会在暗处。如果说祭司是传教的人，那兽神会就是杀人的人。当年天宫城最辉煌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不信祭司了，他们相信粮仓，相信学堂，相信功法，相信自己的双手。于是兽神会出现了。他们做了什么？造谣、投毒、刺杀、煽动暴乱，制造恐慌。只要能毁掉天宫城，他们什么都做。我懂了，他们就是坏人。虽然总结得很粗暴，但居然没毛病。这就是为什么兽神会要投毒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害怕神城变成第二个天宫城，害怕越来越多人相信秩序，而不是相信神明。又怎么了？果然又出事了。出事了！又来了。你们能不能换句台词？有人在广场散布谣言，说火炭会招来灾难，说神城得罪了兽神，再待下去所有人都会死。你们没发现吗？神城刚发展起来，疫病就来了。
这是兽神发怒。继续留在这里，所有人都会死。胡说！哪来的小孩？疫病是假的，是坏人投毒。你有什么证据？看见没有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有。这是苦谷草，不是疫病，是毒。我也有证据。这是投毒者留下的痕迹，和当年兽神会一模一样。兽神会。我还有证据。最近所有中毒者都喝过同一个蓄水池的水。水不是神法，而且时间完全一致。都让让让让！证据就是，这家伙跑得特别快。看见我就跑。找到你了。说吧。就这。不知道。行。就这。就完了？你不问了？
不说，我问什么？先洗手，再吃饭。阿果不许偷懒。阿果不许偷懒。他们想毁掉的，从来不是我。是这里。那就别让他们得逞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神城和兽神会真正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。连续半个月，每天处理不完的事情：粮食、住房、学堂、医馆、工坊、流民、矛盾、纠纷。我还活着。还行。我刚刚差点准备开席了。闭嘴！外面怎么样了？你都病了，能不能先关心自己？习惯了。喝。我觉得我好了。喝。
喝。其实我现在精神很好。喝。喝。原来屋主也怕喝药。你也喝。出来。他发现一件事，神城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必须靠他撑着的小部落了。你来干啥？又来了。我是商队负责人，有资格。我还是神城第一帅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神城建立议会。什么是议会？简单，以前神城所有事我决定，以后大家一起决定。还能这样？
有道理。他忽然觉得议会成立第一件事，可能就是禁止这两个货发言。以后神城分为6个席位，公访席、医馆席、农业席、巡逻席、商贸席、民政席、这不是开玩笑。这是权力，真正的权力。神城第一次不再是一个人管理，而是一套制度。怎么了？当年天宫城走到这一步，用了70年，你们用了不到1年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明白，自己正在参与的到底是什么。写啥呢？秘密。让我看看。今天神城有8321人。
许叔叔说，会的。而此刻，距离神城数百里之外，失败了。神城识破了毒药。废物！看来我们小看他了。主上，那东西还没准备好。天宫的火种已经重新燃起。再不动手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第4季开播啦！上一季我带领兽人们修城墙，抗兽潮，城墙修起来了，可麻烦更多了。城内难民越来越多，各族纷争不断。城外王庭和兽神殿2大势力虎视眈眈，不过没关系，且看我如何化险为夷。观众老爷们，坐稳扶好，我要发车喽！屋主，噬骨王南下的3万大军全栽在黑水河断崖了。你确定许愿的粮仓就在前面？黑水河断崖哨所，神城过冬的粮食和兽皮全在那儿。全军加速！皇上，粮仓就在前面！全军加速，粮食全部抢回来！不好，地心有地心！双牙，杀了他！嘿！寒暄，桥要断了，快退！噬骨王，去死吧！
你个臭娘们儿！朵朵，朵朵，好好长大，娘不能陪你了，再见。人就是这样写。陆宁姐姐，为什么要学字呀？因为以后你们不用只会打猎，也不用只会逃荒，你们可以记住很多东西，把它们留给下一代。那以后是不是就没人忘记我娘了？对，不会忘。禀王上，搜寻的人已经回来了，没有发现王妃的尸体。还有，这么多天长途跋涉，大军已经折损过半，随军粮草也已经不足3天了。许燕，你给我等着！谁在说我？你是不是偷偷干什么坏事了？我能干什么坏事？人在受事，先修城墙。许燕想让那些流亡兽人活得像人，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灾。主上，那东西还没完全驯服，那就让他饿着去。与此同时，数百里外，鹿鸣神城，这里曾经只是荒原上一群流亡兽人的临时营地，没有粮，没有枪，没有医馆，也没有人相信他们能熬过一个冬天。可现在，城墙立起来了，水车转起来了，学堂里有孩子读书，医馆里有人熬药，工坊里日日冒着热气。神城人口8321人，没有人再被随意献祭，也没有人再因为饿肚子被逼着跪在兽神像前等死。而把这一切建起来的人叫许燕，神城的人叫他屋主，也有人叫他城主。但3天前，许燕刚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，他成立了神城议会。因为他病了一场，也因为他终于发现，神城不能永远靠一个人撑着。果然，会议刚开始不到1刻钟就吵起来了。我不同意！为什么农田队工分比我们高？我们天天种地。他们巡逻的天天晃悠。什么叫晃悠？我们那叫维护治安。你昨天抓了半天，最后抓到的是自己的巡逻队员，那是误会。误会的挺准。粮食越来越少，农田必须扩大。我要求增加农田工分。那巡逻队怎么办？兽神会还没抓干净呢，万一再来投毒怎么办？闭嘴！根据统计，人口、农田劳力、巡逻人数，农田劳动力不足，巡逻队人数过剩，所以石牢说的对。可是，数据已经说完了，我有意见。工坊缺人，
严重缺人。现在水车、磨坊、陶窑、木工坊全部在扩建，再不给人，以后大家连碗都没得用。你抢我的人！我也缺人，防疫、接生、药讨。现在医馆每天忙到半夜，再不扩张，以后病人自己给自己看病吧。好像每个人都缺人，除了你。哦。现在神城8000多人，终于开始出现真正的利益分歧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北方巡逻队发现的，在雪原边缘，那里本来有一个小部落，昨天还在，今天没了。受潮啊！现场没有战斗痕迹，只有拖拽痕迹。木山，永夜冰原，他们真的放出来了。到底是什么？血在手。血在手，听着有点耳熟。因为你小时候听过。传说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传说，可他们是真的。永夜冰原最深处有一种东西，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，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，只知道每次出现都会死人。发现痕迹的部落，一夜之间消失。有多厉害？当年天宫城最强的时候，组织过一次围剿，去了2000战士，回来不到300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等他们过来吧？他们吃什么？现在是研究菜单的时候。回答我。活物、兽人、野兽。活动范围呢？大部分时间待在冰原，每隔几年出来一次。你笑什么？再可怕，也是生物。既然是生物，就有规律，就有弱点。还有个问题，北方流民越来越少了。什么意思？以前每天都有人往神城跑，最近3天几乎没人来了。因为这意味着那些东西已经开始影响迁徙路线。多多，雪灾兽是真的吗？他会不会吃人？他比熊狸叔叔还大吗？原来还可以这样比。这样选的。为什么拿我做单位？应该不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城有许叔叔。对，还有清河姐姐，还有熊狸叔叔。以前大家相信兽神，现在这些孩子相信神城。这么晚还不睡？想点事情。雪灾兽。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每次你这么安静，就有人倒霉。
好像确实没毛病。等等，这是陷阱。跑！快跑！整整300多人，活着逃出来的不到20个。干他们！必须干他们！不能让他们靠近神城。我愿意带队。天宫军随时出发。谁说要打了？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围猎区？没错。啥意思？雪灾兽为什么出来？找食物。那如果我们给他们食物呢？给雪灾兽食物，这账算不通。什么意思？把迁徙野兽群引过去，再把出口封死。封死出口？你要养他们？不是养，是圈养。那玩意儿吃人啊！我知道，所以以后让它吃野兽。等等，好像真行啊！雪灾兽离不开冰雪，活动范围固定。如果真能把它们困在指定区域，它们反而成了天然屏障。这也行。把危险变成城墙。发财了！你又发什么财？这种关头你也能算账？兽皮呀！那么大的野兽，那得多少兽皮？肉呢？你满脑子都是吃。废话，我是巡逻队长，体力活。神城正式启动，围猎区攻城。农田队负责运土，工坊负责打造机关。司令，巡逻队负责警戒，商队负责运输物资。天还没亮，整个神城已经醒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很重要，因为围猎区第一次启动，如果成功，神城以后就拥有对抗雪灾兽的方法；如果失败，死的可能就是人。连续10几天，整个工坊几乎没睡过觉，终于赶出来了。第3号翻板正常，第4号陷坑正常，第5号冰道正常。兄弟们，今天咱们要狠狠干一票，为了神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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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鸦已经经整装待发，作为诱饵队核心，今天最危险的人就是他。活着回来。
1个时辰，2个时辰，3个时辰。来了！放！中了！真的中了！机关挡不住。如果让他冲出去，整个计划就废了。回来！回奶奶她，劲儿真大。第二机关启动！第二机关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围住了！真诚赢了！许城主万岁！血灾兽都能被关住，许城主真把神罚关进笼子了。那以后是不是不用怕白灾了？我早说了，那兽王看着吓人，撞我那一下，也就跟挠痒痒差不多。你飞出去的时候可不像挠痒痒，倒是像一块肉饼。今生闭嘴！我只是尊重事实。
等会儿。你干什么？你喝汤，我帮你守兽王。他敢动我就砍他，你敢不喝我也砍你。现在神城管我吃饭都用刀了，因为嘴说没用。屋主，围猎区有人。谁？不是我们的人。兽王醒了，他要出来了！神罚发怒了！熊莲，带盾队封住外圈。盾队，跟我上！今天谁让他跑出来，谁就是炖肉里的萝卜。炖肉里没有萝卜，那就现加。兽神睁眼，神法归位。完了！停住！这叫挠痒痒，这他娘的是拿山挠！所以你刚才吹牛！闭嘴！血纹不是在放兽王，是在接信号。有人在北方控制他。桑稚，灌左侧倒立槽。你就不能让我吃口热的？木山，看冰面。兽神会，你们抓住的不是兽王，是信号。说清楚。神城亮起来了，他们看见你们了。退！他体内有祭文。你能不能温柔点儿？先保命再说。兽神会不是在等神城抓住雪灾兽，他们是故意让神城抓住第一只，因为这只兽王就是一枚银血。现在怎么办？先拆信号，再把伸进神城的这只手剁了。信号通了，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法。昨晚天上有兽神眼，雪灾兽王是在警告神城，雪城困住神法，兽神要降灾了。怕什么？兽神真来，先吃我一顿！哟，熊里，这牛皮吹的，小心闪了腰。万一他不吃呢？你能不能别拆我台了？
全城到广场，今天拆神阀。看清楚，这东西不是神赐的，是人塞进去的。可昨晚那只眼，那不是兽神眼，是信号。雪灾兽会疯，是因为有人让他痛。所谓神罚，是有人握着刀柄，让野兽替他们杀人。骗人！放了兽王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拿孩子做威胁，你也配谈兽斩？你不是要救兽王，你是在给黑吉他补信号。陆清河，你给哄一哄。我不会啊。要一个。算了，你还是别笑了。你怎么会？昨晚见过一次，今天还想用？你们兽神会是不是穷的只剩一招？从今日起，散播神罚谣言者登记，被胁迫者自首免罚，再敢放兽、伤人、扰乱神城者，扣公分，逐出安置区。还得听我讲道理。北方太少回信，3座黑鸡塔，这像不像3只眼睛？你闭嘴以后就不那么像了。奸商，你是不是天生欠揍？黑祭塔异动，已引动雪灾兽潮，必须查清楚黑祭塔怎么驱赶雪灾兽。你又要亲自去？我不去，没人能懂救援。我也去。那我也去。你守神城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守家？可能因为你长得像门栓。有人。他们不是普通逃难，而是在被赶。他在放牧，把活人往祭场赶。先救人！倒立救人！木盒，左文。别哭了，你别吓他。我没有，你确实像要审他。
是来杀人的，这是要把人赶到固定地点。气场。对。本人，我们是从极北之地逃出来的。昨夜黑袍人来了，说兽神要挑选一世钥匙，我们不肯，他们就放出雪灾兽，把我们往北赶。既然是往北赶，那目的地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只听他们说，活人的技能最容易启动黑塔。前面有机场，他们打算用雪灾兽赶人献祭。那里有救天公文，谷底有门。北境观测站。他们追上来了。你们快去查，我来守着。雪灾兽原为寒域迁徙兽，非主动攻击族群，受永夜频率刺激后会狂暴、趋光、群体冲击。难道他们本来不是这样的？不是。看来他们还是掌握了祭祀体系。你是谁？白雪，北境观测站最后一个守门人。外面还有人呢！黑袍人也在外边，打开门放他们进来，我们可能会直接失手。门不开，那就只有外面的人没路。神城屋主，你选一个。许愿。开门。你听不懂。听懂了，但外面是活人，不是买卖。你知不知道，刚才慢一点，观测站就会被攻破。知道。那你还开？你刚才问的是救人，还是保自己？
这是神城，我们用天宫，不是为了再造一个天宫城，是为了让人活下去。朵朵，以前差点被送进旧里，现在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反空手腕的一半在这里，另一半必须从活体空手环反推。你跟我们一起回神城吧。血在手退了。但北方还有更多。黑吉他全面启动了。我们先回神城。做实验？对，成不成功，试了才知道。这玩意儿咋还会排队？坏了，他们比你还有纪律。再说一句，我马上把你编进第一排。别着急，带回来的东西有大用，但不保证不会失控爆炸。那你站远点儿，火炸人可来不及挑。空手翅膀比昨夜更凶，危险吗？目前来看，很危险。那就速战速决。无关人员撤离，实验失败，南门开。这样他要冲出来的话，我可以作为缓冲。开始。他疯了！不好，他在撞空手环。他这是想自救。对，熊离，给他10次撞击的机会。10次，城主你说的轻巧，他用不了3次就能给我撞飞。是空手环身势短。这回成了吗？修
天宫坐标。就在天宫城废墟地下。黑祭塔不是要兽王，是要他带路。第二批血灾兽到了，现在怎么安排？他们想找的东西在天宫城地下，我们先去拿。这次我要去，你还是守城。我就知道。你是门栓。这话我竟然听顺眼了。走。走。他们没有太多时间。入口在下面。小心，有追兵。桑稚没来，但他做的东西很好用。下去。收神会来过。这不是旧痕，他们还在这里。你能不能别每次都拿自己来当？那你能不能别每次都站最前面？你们要不要等他完再吵？带路。这个标记是大祭司的随从牌。活的线索比死的有用。我小时候只听师父说过，没想到真有。开吗？都到门口了，不开白不开。
还在。不对，别碰中央晶核。木库一旦完全激活，救星标会暴露。黑吉塔能感应，水兵到了。就是他们。小崽子，你果然还活着。陆清河在，挡住他们。排队，赶着送死也别急。信息太多，每一样都珍贵，每一样都足以改变神城。东西太多了，拿不完。选有用的拿，只拿粮食、医药、防御这3种。航海图和蒸汽图不要，现在拿了也用不上。得先让人活着。拿黑他不完，别管他们。他们要抢黑吉塔核心资料。你比你族人慢多了。不是你，当然不是我。杀你族人的人在总坛。他在抢袭母库信标。木山，压东侧，白玄，捕风所闻。完了！兽神会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神城的命根子。暴露了，那我们也不藏了，准备开战。信标暴露了。他们要过来了。是已经来了。北边出现大量黑袍人，多少？看不清，至少数千，还有血在手。
他们要抢母库。他们当年毁一次天宫城，现在还想再毁一次。第一批送回神城。第一，母库资料分散转移，不准集中放在一处。第二，神城百姓进入地下避难通道。月离负责秩序。谁造谣，谁抢粮，直接按战时率处置。第三，北境防线不要硬碰，诱敌、拖住、分割。你不守母库？守，但不是站在门口等他们撞。你要用神城和天宫城之间那条冻土峡谷？兽神会以为目标是母库和神城，那就给他们2个目标，让他们分兵，再让他们以为自己没分兵。双城联动防线，神城守明心，天宫城守母库，中间峡谷吃掉他们主力。传回神城。按许愿说的做。老人、孩子、伤病先进地下通道。各区队长清点人数，少一个，队长扣3倍共分。慌什么？许城主还没慌，你们慌个屁！就是，天塌下来有城主顶着，慌啥？而且他要是慌了，肯定先让熊脸顶上。你再说一句。石藤枝，这次的赢面有多少？6成。你以前都说肯定能赢的。因为这次不能骗你。那我把剩下4成补上。这么大口气，跟你学的。
他们把天宫核心嵌进了兽脑，那就拆出来。兽神降法，妖城必灭，血出天宫，诛心罪业。当鹿鸣神城的金钟响起时，兽神会的大军已经到了。北面的雪原、冰谷和冻林全都挤满了被他们驱来的雪灾兽。许燕没有时间准备，他只能带着所有人站上那道刚刚修好的城墙。许燕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神城会和你一起埋进雪里。兽神降法，妖城必灭，血出天宫，诛心罪业。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第5季开播了。上一季，可恶的兽神殿把传说中的雪灾兽从永夜冰洲放了出来，把整片雪原变成了一座屠宰场。为了守住神城，我带领兽人们深入天宫城地下，在文明母库中找到了能够对抗雪灾兽的反控兽纹。他们来了。观众老爷们，让我们一起把他们打回去！人在兽市，先修城墙。第一批进谷了。等他们走到中段，妖巫怕了，他不敢杀兽神信徒。我不是不敢杀，我是让你们看清，是谁让你们来送死。雪灾兽并非神罚，是兽神会以控兽环刺激狂暴，黑祭塔驱兽南下，造成百灾恐慌。所谓献祭，只是他们遮掩罪行的说辞。别听，这是妖巫诡计！想活的，放下武器，往左走。挡后路，切断！
冲神城。木库，不能让他撞到母库！封存石室，你知道，当年天宫城毁灭前，最后一位空间结构师被封进母库，他掌握着最危险的图纸，也是最后的保险。名字：顾青山。洗手想唤醒他。九天宫的钥匙该归兽神所有。没醒，不要强行打开它，会适得其反的。啊！北侧阵基能撑半刻，够用了。我没事。我有事。你要用封印反噬他？他不是喜欢撞吗？裂缝。兽神开眼！分开了，分开了！献祭，继续献祭！把血送上去，让兽神降临！他们这是自己打自己，这叫信仰反噬，听起来比你有文化。你再说一句，我把你扔出去反噬！只要再扩大一点。木库会崩，天宫城会塌，神城也会被卷进去。
现在，所有人听我命令。第一，母库外层全部撤人，只留阵基维护。第二，神城避难通道封闭外门，月离清点人数。第三，裂缝缓冲阵立刻搭。阵基材料不够。拆西侧古弩塔。我负责守哪儿？跟我进阵。好。临时缓冲阵被搭在母库外30步。许愿，你快点儿！这玩意儿比我还不讲理。许愿，快走！出去！你让我守着你，在这里可能会死。那我也守。站我左侧。那里能量低，你替我看西面阵脚，裂了就砍断黑线。明白。当之，西侧阵脚降半寸。黑鸦，切断第3根骨帆。是雷，别上血灾兽，逼他们往北退。你关不上，你们关不上！拦住他！许愿！你守住神城又如何？门已经开了。裂缝没有消失，它扩大。门开了，诸神降临，又走完了。3条黑色能量线全连着它。找到什么？他们的根。黑吉塔还在给裂缝供能，不断，裂缝就会继续死。你想做什么？反倒，把黑吉塔的能量反送回去。不是送回去，送进裂缝边。那等于拿裂缝当泄洪口，所以要快。许言，这劲撑不住第2次。那就让他只撑住1次。
我守着你。不，你守西侧黑线，它断的时候会反扑。看那儿，这里亮，就看。明白。击塔！击塔分裂！陆清河！这玩意儿还能这么打？以后别说你靠力气赢了，怪丢人的。闭嘴！封存实施！钥匙归我。做你的阵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我能走，你现在只有嘴能应，有点没面子。以后别再这样。我尽量吧。阿爹还在。我跟你们说，当时那头雪灾又冲过来，我盾一举，他当场就懵了。他不是懵了，那是什么？他可能在想，这么大一块肉，怎么还带壳？接生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哑巴。但我一说话，大家都开心。行了，别乱动。妖城之主，你以为赢了？信不信我一顿下去，能让你重新组织语言？
好好审讯。我就是帮他活跃一下气氛。你这活跃方式，容易活跃到下辈子。你们以为毁了3座黑祭塔就结束了吗？那不过是挠破了兽神的一层皮。血灾兽不是第一次被你们放出来。王庭每次遇到白灾，神殿都会要求献出附庸部落。他们以为是在平息兽神怒喝，其实是给你们练黑经。合着那些年被献的人，全是给你们拿去喂塔的。他们本来就是弱者，弱者能为兽神服务，这是无上的荣耀。荣耀你祖宗！准头不错，差一点就能把它拍成祭司饼。神殿供养黑祭塔，王庭提供仪式钥匙，兽神会负责制造神法。你们这不是信兽神，而是在做一门生意。所以我族人被屠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你就是那个逃掉的小崽子。你们族人不该去天宫城废墟，也不该看见我们挖出了黑祭塔母纹，更不该知道神殿所谓神谕，都是我们用旧天宫文做出来的幻想。所以兽神会就是神殿的暗部，你们盗用天宫遗产，把技术伪装成神迹，再用神罚吓唬整个大荒。知道了又如何？你能告诉所有部落吗？就算他们知道了，你猜他们会信你，还是信供奉了几百年的神殿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把今天的口供全都刻成木板。刻多少？每个部落1份。要不要顺便收点拓印费？开个玩笑，公益公益。你们以为毁了3座黑祭塔就赢了？他体内有自毁祭文。真正的兽神眼在王庭神殿下面。王庭神殿下面，听起来不像能赚钱的地方。所以我的仇人还没死完。那就把根挖出来。你说他的脖子不累吗？不累，贵族的脖子都是练过的，专门用来看不起人。那我以后也练练。你先给脑子练练。这就是王庭的人，看起来也没比熊年高多少。谁拿我跟他比？别生气嘛，你比较像本地特产。王庭神殿有谕，白灾未止，是因王室印记幼崽流落妖城，朵朵必须回王庭接受所谓敬罪仪式。神城若惧，就是与王庭神殿为敌。
颈罪祭礼是啥？说白了，他们是想把孩子带回去当仪式钥匙。放肆！朵朵乃王庭血脉，本就不属于神城。朵朵现登记于神城学堂，驻第7安置区，学籍编号103。一个流亡妖城的目测，也配定王室印记归属？在神城，目测可比你这张兽皮管用。月离今天杀疯了，他平时也疯，只是疯得比较文雅。许燕，你当真要抢王庭血脉？不是抢，他自己走进来的。我不回去。谁让你来的？我听见他们说要带我走。是不是你带他来的？不是我只是没拦住。我不是仪式钥匙。你是王室印记幼崽，生来就该为王庭承担命数。以前他们也这么说，说我死了，王庭就不会有天灾。可是我在神城活着，神城也没有被兽神劈死。说得好，而且我们还打赢了。许叔叔，我能不能不回去？许叔叔和你保证，你一定不会回去的。你敢！神城不教孩子，以前不教，现在不教，以后也不教。你可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哦，何意味？意味着你回去以后要告诉神殿，想要朵朵，让你们主子自己滚过来。你躲啥？我负责保护神城重要资产。你的嘴吗？是我的命。神城不杀使者，怕了？那你想多了。我是让你活着，把话带回去。神殿已经降下神谕，3日之内不交朵朵，王庭与神殿联军将踏平神城。那你们带干粮了吗？怕吗？有一点怕，但我不想再被人当仪式钥匙了。那就好好读书，啊？以后自己写告示骂他们。那我负责贴，我负责保护告示，我负责卖墨，我负责让你们都闭嘴。赤灵殿下的人，神殿底下有一座黑祭塔总镇，朵朵不是他们唯一要的仪式钥匙，他们要拖进祭阵的整个王庭。打神殿，我去。打可以，先算粮草。哼，你是不是连打架都要先看仗？不然你以为战争靠什么？靠你嗓门大吗？你终于想成啥？想把我想着最信仰闭嘴！你们两个好吵。神殿地下
有黑祭塔总镇。如果是真的，那里就是兽神会真正的根。不是如果，神殿供养黑祭塔这么多年，外面那些小塔不过是分支。我们偷偷潜进去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这么英俊，很容易被发现的。确实，你出现，敌人会本能后退。被我威慑，被你瞅到。我们要光明正大的进去。神殿最怕的，不是我们发现秘密，是所有人一起看见秘密。兽神有狱，白哉未退，是因有人不敬神明。若想求得平安，必须交出贡品、兽骨和幼崽名。哎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是。鹿鸣神城，许燕。妖城之主，就是那个平时还活下来的神城。听说他们连雪灾兽都抓过。想知道兽神赐福是什么，就自己进去看。这招好帅，教我。先学会闭嘴。下面有空层。这是神殿？不，这是屠宰场。这些文是旧天宫残文，被改成了献祭阵。你们所谓的兽神赐福，就是把旧离里的能量炼成黑晶。神域是黑技术制造的幻象，你们以为白哉不退，其实是他们自己放手，在逼你们献祭。胡说！你们胡说！你砸得比我优雅，你砸得比较响，各有所长。兽神显灵了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兽神，这是神法。线上滋拉血，滋拉神功能不足。这兽神怎么还漏风？看清楚，你们跪了几百年的神域，是一块坏掉的石头。
你们不能信他，他是妖物，神殿不会错。我儿子就是被你们带走敬罪的。王庭主城传来的。他们急了。黑吉塔总镇不在这里。去王庭。去。这次能从正门进吗？刚刚不也是从正门进的？哈哈哈哈哈！那我负责开门。兽神怒了！兽神怒了！他们怎么每次都说兽神怒了？兽神脾气这么差？要我说，兽神就是欠顿揍。根本不是神怒，是机制启动了。你再晚半刻，王庭就要被自己人打没了。这破地方还挺会内讧。闭嘴！他怎么也会这句？说明你确实该闭嘴。神殿要求赤骨王开启王室印记大祭。祭谁？原本是朵朵。现在朵朵不在，他们要献祭所有王庭王室印记旁支，包括我。这神殿是不是有病？抓不到孩子就抓大人投鼠。祭阵不挑人，血脉够就行。赤骨王还在犹豫，他是想救你们。他是想先看看祭了我们，自己能不能多活几年。黑水河之败，皆因祭祀不周。上次我的3万大军全都栽在黑水河的断崖里，妖巫一定是没有举办祭祀大典。只要献上王室最新鲜的血液，兽神自会显灵。你说祭了他们，王庭就会实力大增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王室印记归神，王庭永存。你说祭了他们，王庭就会实力大增？你不是在帮王庭？王庭本来就是神殿养出来的兽龙，王庭本来就是神殿养出来的兽龙，王庭本来……肩上这玩意儿真好用。别夸太早，他回头会收费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帮你传得远一点。兽龙？他说王庭是兽龙。我们供了神殿这么多年，他们把我们当什么？当什么？拿下神殿！父王，赤骨王，你真当自己是王了？
你只是神殿养的最肥的仪式钥匙。这叫什么？报应。还是现世吧。关灵，现在冲进去，你也会被拖死的。那让我眼睁睁看着他死。不，我是让你看清楚神殿怎么吃人的。救我！父王，你也该看看，你信的是什么东西了。大殿下，我们听你的。王庭所有兽兵听令，神殿叛王，杀！王庭裂了，但不是神城打裂的，是神殿自己撕开了谎言。白玄、木山，轮到我开门了。嘿，这门有点硬。我刚刚是在热身。完了，王柱印记已经入阵，兽神眼要开了。不是普通祭坛，而是一座巨大的旧天宫观测站，被黑技术污染，被兽骨覆盖，被神殿藏在王庭地下多年。兽神会总坛，他们把整座王庭建在总坛上面。许燕，你不是要挖根吗？下来呀！我先说好，这门我不开了。怕了？我这是保留实力。翻译一下，就是怂了。你们这些聪明人骂人真脏。地下不是天然洞穴，而是一座倒扣在王庭下方的巨大旧天宫观测站。他们把观测站改成了总坛。那就兽神眼。所谓神殿，所谓王庭，所谓白哉神罚，全都压在这只眼睛上面。旧天宫用它观测灾变，提前预警白灾；兽神会却拿它控制雪灾兽，制造白灾。也就是说，这玩意儿本来是看天气的，结果被他们改成了放狗的。差不多。太缺德了，天气预报都能黑化。打算怎么拆？不能硬砸。兽神眼连着地下所有黑祭文，硬砸会炸掉半座王庭。还好我没动手，不然我就是大荒第一炸成盾。要断护阵，还要补回原本的观测封印。还有一个人。当年屠我族的黑祭司。原来你真活到了现在。托你的福。你们族人死前也这么倔？我来给你开路。多谢。动手。赶着送死也要排队。这些文被改得太狠，那就再改回来。每一道黑线都连着一个部落的恐惧，每一座黑祭塔都是这张网的爪子，每一次白灾、献祭、神谕，全都是假象。你们不是什么狗屁兽神，
而是将别人的工具占为己有的小偷。能让众生跪下的就是神。逆神者受罚。逆神者兹拉斯，功能不足，请补充黑金。你们这兽神怎么老是功能不足？妈，兽神是不是坏了？可能是假的。可恶！你要让总号自己吞自己？他吃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让他噎一次了。虽然有点听不懂，但莫名很解气。小崽子，当年你逃得快，今天可没那么好运。你们那一族死的时候也这么安静？记得补刀。学到了，以后杀坏人要补刀。你毁了兽神会，大荒会乱。大荒就是因为有你们兽神会，才一直乱。没有神怒，没有雷罚，只有满地灰尘。打完了吗？我饿了。你怎么光想吃饭？不吃饭怎么庆祝？庆功宴可以承包。有请假。兽神会主力灭，神殿高塔塌，王庭受兵投降3420人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王庭愿与神城议约，那就议从废除活祭开始。这神像也不结实啊，材质一般，卖不上价。你敢卖神像碎片，我就把你挂城墙上。我这是进行市场调研。许城主，神殿没了，那白哉再来怎么办？过去几百年，大荒有事找王庭，生病找神殿，遇灾就献祭。现在王庭碎了，神殿塌了，兽神会没了，直接打呀！打不过就跑呗。让你领导迟早灭国。白哉不是靠献祭挡住的，献祭只是在喂黑祭塔。以后遇到白哉，靠粮仓、火炕、医馆、预警和互助。互助？
神城拟定大荒新约。新约是啥？能吃吗？不能。那它重要吗？不能吃，但能管吃饭，重要。第1条，从今日起，大荒各部废除活祭。王庭自愿签署。从我开始，王庭不再以神罚之名把孩子送进旧里。可若族中老人不信，我负责去讲道理。他的讲道理比较费血瓢。神城会把兽神会罪证刻成木板，送到每个部落。你们不用只靠嘴解释。证据木板优先300份，我可以负责运输，免费。我刚刚仿佛死了一次。第2条，白灾期间，各部落互通粮食、药草、兽皮、燃料，不得趁灾抢粮，不得趁灾收奴。我签，我们也签，我们也签。互通可以，但运输成本……你有商贸席，可以写细则。那我觉得新约还是很神圣的。你刚才还痛苦，商人痛苦和振奋可以同时存在。第3条，神城开放部分农田、水车、火炕、基础医管技术。火炕也交，水车也交，那神城不就亏了？神城不会把所有技术白送，但基础活命技术会交。高级工坊技术按合作换资源。我就知道许城主心里有我，他心里有账本，账本就是我。我先说好，谁学水车不按图纸来，塌了别怪我。听，肯定听。你们最好真听，上一个不听的，现在还在修磨坊。各部落不得再以神罚、禁罪、救礼之名带走任何孩子。不是拜神，是终于不用把孩子交出去。王庭会执行。不是王庭执行，是所有签约部落一起执行。王庭可以从自己开始，但孩子这条，谁违约，所有人一起来。这叫联合制裁。听起来很厉害，能打吗？比你能打。有时候饿3天比挨1顿还难受。那我以后少惹月里。你现在才懂。立互助粮仓，建白灾预警，通医管药草，开火炕技术，设巡逻联防。过去他们签的是臣服书，是限级令，是奴隶契。今天第一次签的是活人的规矩。你不按印？按。所以以后大荒不靠兽神了，靠自己。听着比兽神靠谱。那庆功宴谁出钱？我赞助1半。另一半呢？王庭出。新王大气。再贫嘴，饭钱你全出。他们不识字，但他们知道第1条写的是不再献祭。墓窟残土有动静。又有新路。这一次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大荒刚刚学会站起来，而远处的海已经亮起了另一盏灯。木头爷爷，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？海水为什么是咸的？还有，
熊林叔叔说海里住着会吃人的怪物，是真的吗？海里有没有怪物？这个真的。来，爷爷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宫城有一艘远航船，他们想去看看海的尽头到底是什么。刚出海的时候，有风也有浪，可到了第7天，海上的风突然停了，连浪也不动了。起初，他们以为只是船木在响，直到有人提着灯往海里看了一眼，那一刻，他才发现，海底也有一只眼睛，正在看着他们。爷爷，那然后呢？然后请大家观看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第6季。我在兽人部落修城墙，人在兽世，先修城墙。大荒新约签下后的第7天，神城终于安静下来。很多人不识字，但他们认得那块木牌，也认得木牌前那个名字。你最好别乱碰，我什么时候乱碰过？上次你碰了一下，兽神眼开了。我可以作证。你也不帮我？我帮试试。熊婷，你笑你妈的！你很闲吗？看仔细，我只能激活1次。看来外域真的存在。旧天宫曾经派船出去过，那时候他们准备充足，装备精良，向着新大陆发起探索。回来了吗？没有。穿越到这个世界2年半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没想到我也能成为像传说里的航海王一样的男人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清河，我觉得我已经是个马上要去征服新大陆的男人了。你先把脚站稳，再想新大陆。你不懂，这叫扬帆的宿命感。可是我们现在就要造船的话，技术还不成熟，耐海木也不够，船帆也不够，现在也不适合出海。新约刚立，王庭那边还没稳，各部落也还没真正安定下来。旧天宫出海，全失联了。你们说的都对，所以我没说现在出海，先修船坞再说。这和出海有什么区别？造船不是为了今天走，是为了有一天，大荒再遇到我们挡不住的灾祸时，神城不至于只剩一堵墙。这不是逃离大荒，这是给神城找第2条出路。那我也要去。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呢。我知道，我是说，到了那一步的时候我去。好，你们倒是说的轻松。旧天宫当年都没回来，那就先造一艘能回来的船。城主，你说的倒简单。你列清单：船坞、船骨、帆、倒立纹、救援绳、备用物资也算上。神城没有，就去找王庭；王庭没有，就向各部落换；再没有，我们就拆旧港。拆旧港？对，你负责算账。我忽然觉得出海也挺好的。你是负责把成本压下去。收到。你说，30天真的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那你还答应？得先让他们觉得来得及。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船，在这张图。他这是在变，像是在补全。如果木岗已经毁了，又是谁在让这张图重新亮起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什么？这条路可能比王庭更远，比永夜更冷。可是王庭和永夜都已经走过了，再远一点，也不是不能走。行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。
今天先造一艘船，最重要的部分，船坞不是几根木头搭起来就行。今天只有一条规矩，先求稳再求快，宁可慢半个时辰，也不能让主骨落歪倒，立槽接错。具体分配交给你了。第一队青闪石，给古珠开路；第二队打临时木桩；第三队搭吊架。海兽古珠比普通木梁重3倍，谁也别拿命去赌。铜匠跟我走，先做主骨槽铜窟；兽皮匠去翻棚，先做遮雨棚和防潮布；药师炊事队守东棚。今天是开悟，不是逞能。好，最大的我来扛。不是让你一个人扛，30人一组，6人控绳，12人抬鼓，12人稳道。我力气大，直接扛不快些。传道不是你一个人的力气活，是神城的活。懂了，你今天能懂这个就够了。左边慢点儿，别抢，跟前面。铜钉3箱，兽骨胶20罐，麻绳40块。那箱铜箍别放水边，那是钱，不是鱼。残图昨夜亮了，旧港不可能一点东西都没醒。等第一根主骨落下，你们一定盯紧就稳。我守东石矶，那我守西边。照线切，切错不可怕，不问就切才可怕。三公，这里比图上深。许愿。这里不要填死，留空，留半空，下层做排水缝，外层扣铜箍。以后船从海上拖回来，这里能泄水压。明白。那就是船吗？还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是一条还没长出皮的大鱼。慢，再慢，稳住，落骨，稳住。怎么了？东石矶亮了，里面也亮了。所有人往后退3步。停工，退3步，弓箭别乱扔。这不是普通旧港。对，他醒了。这是旧天宫船坞。写了什么？远航船到第3号，最后一次启用记录37船，归港0，也就是说，一艘都没回来。归港0，一个都没有回来。难道海上真有什么怪东西？继续吗？继续。我今晚就改图。先造试航船，要小且快，真有危险了还要能撤退。明白。海面没风了。没事，等所有退路都准备好，然后就出发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旧天宫当年到底撞上了什么门。那道沉睡多年的石门，也在无风的海面下悄然睁开了眼。经过2个月的时间，兽人们终于做好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第1只船——试航船。都没问题了。真不让我上？你上来，这船就不叫试航船，叫沉船。熊离，你专门守港。又守港？都看完了？看完了。那这次别临时发疯。你说的像我经常发疯，偶尔。雪夜，这是试航，不是送命。知道，碰到门边我就回来。你最好真知道。许叔叔。好，听你的。写下来的话不能赖哦。不会的。你还怕水？我怕账箱进水。你脸色咋比账本泡烂还难看？你们这些不记账的人，不懂我的痛。下面有条线，什么线？像有人在海底画过路。能走吗？能，但不是给这艘船走的。你能不能一次把坏消息说完？
谁啊？大海敲门也不先问问人方不方便？敌人立刻返航。天下们，这艘船不一定能撑得过去。门开了，门开了就一定要进吗？我们只去到门边。他看见我们了，他好像是在确认。入门者，现在返航。知道这里不是普通海就够了。陆星河，你来压船头，双阳斩左烂，回压射蓝光。你先给你怀里的东西扔了，这可是钱！你想抱着钱一起死？你们要是有灵魂，记得回来找他们报销。人回来就行。你不懂，我好像确实不懂。这不是壮烈的，对，是被海强行压开的。他还嫌咱们不够格。我花了1箱钱，就买来一句不够格。你又有主意了？至少他没说不能进。既然有标准，那就去找到标准。风谷，旧天宫远航船的核心结构。看来下一艘船得要升级了。第一次试航失败了，但神知道了门不是不能进，只是他们还缺一副能被海承认的骨头。钱没了还能赚？你说的轻巧，像钱是海里长出来的。刚才不是扔海里了吗？说不定真能长。你离我远点儿。不是壮烈的。是被海压开的。师门认的不是普通船骨，是风骨。说人话。只有带风骨的船，师门才认他能走进那片海。所以咱们刚才就是被海嫌弃了。旧缸里还有东西。你现在拦还来得及，能拦得住？拦不住。那你还问？走个流程。旧天宫远航船残骸。还能修。就是缺一半。旧缸里没了，那就是在师门里。无风海又出现了，这门还会自己走？他是在催我们。那就别让他催第二遍。旧风谷我来拆，缺的那半截，你们去拿。你去？你在岸上控岛立文，比在船上更有用。现在开始替我安排了。偶尔一次。行，那我就听一回。别进门，拿到风骨就撤。是的。如果巨影出现，许燕，我不是第一次走险路。安全回来。他直接给了。拿了就走，别客气，客气容易出事。他好像在送我们。风骨归位，方可入海。第一引路者。
直接重造远航船？不是重造旧天宫的船，而是造神城自己的船。现在呢？现在这也太急了。第一母港失联，师门在靠近旧港，风暴鲸已经把风骨送回，不是我们急，是海在催。残图还在补线，下一次师门开启可能不会太久。那现在就3班岛。风骨做船的主脊，海兽骨柱做外梁，底部倒立纹改双层，一层成风，船腹分6个水双保险，船头加赤铜撞角，弩机上船，两侧各3架。这听着不像船，像一座会飘的城墙。要做的就是会飘的神城。那我能上吗？能，真能。能。你带搬运队把那根主梁拖过来。这活我熟。记得按绳组走，不准自己扛。收到。听见没？城主要造一座会飘的神城，都给我站稳了！嘿哈！尾舱记得留检修道，弩机槽别贴船腹，要不然后座里会阵列倒立纹。火炕舱给我离粮舱远点儿！你们是想保温还是想烤粮？你把水长分压的路数接近船底了，这样能借助海压。你早晚把旧天宫祖师爷气醒，醒了正好帮忙画图。笑什么？笑你胆子大，你连城都能从雪地里建出来，现在不过是把城推到海上。耗时3天，终于给赶出来了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复古藩镇，听着就很霸气。现在还差个名字，要不叫别培号、大鱼号？它现在不是鱼了，叫开荒号。旧天宫没走完的路，神城来开。还没开船，你脸色就这么难看？我这是风险预判。说白了就是怂。石斗，阿木钉舵盘，别让倒立纹板离位。石斗钉水密舱，木闸铜剑角轴一个都不准乱拆。我一定不拆。哼，谁敢乱拆机关，回来我拆谁。这比试航狼船稳多了。这次应该不用你提前抓着我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开荒号下水。这船是稳多了。那你腿抖什么？你不懂，我这是感受海况。这次海没拦我们，因为他认得风骨。他今天像不像心情不错？你能看出来？看不出来，所以我希望他不错。跟上他。这些可能就是那37艘船。母港失联，请求返航。风暴带后有灯塔，不要靠近黑潮。你听见了？旧天宫不是迷路，是被打回来了。他停下了，看着不像好说话。你见过好说话的他？边界来客，情报文明明。鹿鸣神城。未登记得到天宫残文，检测到风重组，检测到新生文明改造船体。他说话怎么像在盘账？不是盘账，是在验我们。不好，他在挖古文，还居然想读残图，咋还偷资料呢？这他简直不讲武德。他想偷，那就反拿他。城主，我上哪儿？那儿。眼睛，这么大的船也能拖，这东西吃什么长的？开右舷木甲。
这机关不错，贵是贵了点，但打起来真值。不要相信第一座塔，它不是引路者。那是什么？锁，坏过一次的锁。黑鸭，补那块晶片。勾锁。这船我喜欢，喜欢可以，别弄坏，坏了都是钱。旧锁失效，风骨已归，准许进入第一母港外环。这地方不像有生意，倒像有死人。进吗？进。但从现在开始看到的每一样东西，都可能是旧天宫失败的原因。这么大的港，怎么连个收船费的人都没有？因为这里的活物都被吃空了。探头有反应，远航贝应该在外环西侧，靠近旧船坞。记住，千万别进内港。本来也没打算进去。石头，转向西侧废船道。那边都是沉船，水道窄。水道窄才是对的。旧天宫的远航全都从正门进去，最后一艘也没回来。左边视线，别硬压。你俩以前真只是工匠，不然呢？神城工匠，命硬也是手艺的一部分。先别聊了，左边要撞了。放心，撞不了。这个机关应该值很多钱。你刚才不是还嫌贵？我嫌它贵，不耽误我夸它好。远航杯，黑纹已经爬到杯上了。先别看了，赶紧给上面的东西脱下来。我去。我也去。那我守高处。你留船上。这次不用我，你留着看船。那我会好好盯着的。谁敢过来，我跟谁急。装死装的挺像。先从中间脱，上面是船队名单，下面是航向，中间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。看这玩意儿都觉得恶心，快拖住他！他的目标是远航杯，船头重弩，对准目标。这玩意儿一箭多少钱来着？现在不是算钱的时候，射准点就是省钱。继续拖。第一母港失守，黑潮入港。快走，许愿！那现在还拖吗？再拖最后一张。回押，停力。这东西还挺赖皮。左边还有，不对，右边也有。这木港怎么全是赔钱货？钩索准备。陆星河可以撤退了。第二灯点若灭，请向风帆一岛救援。已经拿到了。幸亏拿到了。你刚才不是主要负责盯船吗？我盯了，你看他还是被刮了。走西北列港，那边没完整航道，只要有水，就能开过去。城主，你这话听着很疯狂哎。害怕了？害怕了，不也得跟着走？聪明。撞脚稳住，稳着呢。
六苍还真有用。第一母港不是失守，是被污染成了黑潮。大片呢？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回神城？对，至少先把拓片送回来。你已经有决定了。白灯快灭了，所以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。神城造它，不是为了看一眼母港就掉头的。开荒号够大，粮水够用，药仓也够，船就还能走。神城它不是为了看一眼母港就掉头的。那我们去哪儿？白灯礁。这声音不像修船，像什么？像有人在敲我的钱袋。你再蹲这儿念，我就把你也钉进船壳里，省一块补板。我去看看粮仓，粮仓需要我。别担心，现在还亮着。不行，它亮得太弱了。能赶上吗？还不知道。前面有亮光。这也叫灯？那总比没有强。它不是照给我们看的。白灯礁是远航北上记的第2灯点，只要它还亮，附近航线就不会彻底断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它灭了，后面的路也会跟着下。那就别让它灭呗。你也会说人话？我只是算了一下，路断了比修灯贵多了。这物不对，黑潮比我们先到了。现在灯交，必须保证灯不能灭。双牙、黑牙、陆清河跟我上交，熊灵手甲板，别让东西爬上船。放心。不行，这玩意儿砍不死，他怕白灯。那就先保灯。守灯人，他守到最后了。这怎么续？灯里没有火，只剩一点快散的航线印记。还能补吗？能，但是得用开荒号的风果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拆风果，是借风果冥想续灯。对，伏古帆阵半开，红线接灯塔，半开就半开，别全开，全开烧钱。接住！你扔的咋是红线？这东西结实。来了！给我起！这船竟然真能打！那必须啊！你也不看看花了多少钱？你们撑得住吗？你先把灯点上。残土补出来了。白灯续燃，第3鹏标，风帆移岛。终于不是黑漆漆一片了。那岛在哪儿？西南方向。又应城。你看灯亮了。我问你了吗？我没应承。保证没有下次了。天光接引，魂归星海，辛苦了。白灯已暴露，黑潮将至。我就知道，好消息不能超过3分钟。去风帆移岛。白灯一亮，黑潮就会追过来。我们留在这里太久，白灯还是会灭。那咱们就把追来的东西引走。对，开荒号带路，白灯留火。今天是西南风，风谷帆阵还能开一次。省着点开，别整报废喽！你说不能说句吉利的，能活着到下一站，就是最大的吉利。转向西南方向，出发去风帆移岛。
怎么还不散？你要不下去跟他们谈谈？我只跟活物谈生意。那东西要是上船，我能跟他谈拳头。别让他们贴船，钩索机关刚用过一次，脚轴还热着，热了会坏。你再问，一会儿先坏的就是你。风帆胰岛在引风，他们知道我们来了，也可能知道黑潮来了。前面有座岛，这岛自己会开风，是风和岛在撑岛。风帆胰岛是第3路标，也是旧天宫远航队的避风港。可现在他不像是欢迎客人，他们已经动手了。快压低船身！他们这是打我们，还是帮我们？看准头，想都想打。先别还手，他们打的是追兵，也在试探我们。白灯印记，你们从白灯交过来的？刚给白灯续上火种。谁续的？我们。白灯已经灭了7年了。7年？但是现在亮了。我是风眠，风帆胰岛守风人。听着职位不低。你安静点，别坏事。你们怎么还把黑潮带来了？他本来就在追白灯，所以你们点亮白灯就是为了把他引到这里。可是白灯不亮，你们也迟早等死。我们不是来求你们收留的。那是来做什么？就是想告诉你，白灯亮了，但是黑潮也动了。你们若还能守住，那我们愿意帮你们一起守；若守不住，我们也可以带你们走。带我们走？7年里没有一艘船来，更没有一盏灯亮。你可以不信我，但你应该信这艘船。姐，它看起来真是远航船。风直，闭嘴！风河又乱了。黑潮盯上的不是白灯，是风河。如今，给我下来！你留在这里。凭什么？你是守风人，只要风墙乱了，风塔岛必然出问题。你守岛，我守缺口。你倒是不客气。现在客气，等会儿就只能一起沉。别碰，碰了会被风割碎。那你站远点。你还是提醒晚了。风眠，左3塔。你看得懂风塔？看得懂一点。能瞄准一点啊！差一点我就变成2半账本了。没切到就是准。你们对准的要求真低。坏了，他要进主河！你怎么停了？他在故意等我动手。活了！奸商，你刚才不是说自己站船这边？船活了，不就是我活了吗？现在信了，只能信一半。那就够了。另一半呢？等你把我们带出这片海再说。可以。小伤，真是小伤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心虚？你刚才那刀怎么斩的？手稳而已。小子，别问了，问多了显得更像小丑。白灯亮了，黑潮也会彻底盯上这里。所以你们不能继续只守岛。风帆胰岛世代守风，从不归属外城。我没让你们归属神城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需要风道，你们需要外路，白灯需要有人守着，黑潮也需要有人挡。这是什么？海契。海契不是投降，也不是归附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。合作可以，但风帆胰岛不会跪着走。神城也不需要跪着的人。他们还在，那就正好。正好什么？开荒号试过自己的机关。他们想断岛后的风道，后风道一断，风河只能撑正面，背面就会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知道从哪儿咬最疼。知道疼就好，我们就打疼他们。后风道能开多大？你想进背岛水域？不是进，是让他们以为我们要逃，引他们追船。他们想断风道，就给他们一条看起来快断的。等等，城主，你说的这个快断，不会是拿开荒号装出来吧？聪明，我以后不聪明了。开荒号船腹右侧刚补过，不能让黑潮贴太久。右舷还能撑1轮，但不能撑第2轮。钩索能摔一次大的，再多脚的话轴会崩。脚轴崩之前，我带人直接硬拉就是了。你别把脚轴当敌人，拉断了还得我修。那我轻点拉。你这话听着比黑潮还不可信。看出什么了？黑潮看着像烂伤，你砍掉表面，它还会从里面长出来，还是要拔根。那你觉得根在哪儿？那里。那个东西以前没出现过。潮河。后面开一条假风道。你要多假？假到黑潮觉得我们必死无疑。你这人挺颠的。
反正我是拦不住。我先说好，装死可以，别真死。右弦木甲半开，别全开。阿木看着风骨纹，风骨纹稳着。兄弟们，等会儿别抢活干。熊头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新鲜。右弦倒立纹下沉，压住，压着呢。这东西还想跑？你轻点，没准30公倍。再不砸，3箱都沉。砸得好，砸得妙。既然真有用，那就说明还有的治，但人最好别让他碰。他怎么样？手还在，逃的是你。来了，现在收口。他还没进风道，现在进了。关风道，钩锁。风刃能打到了。双牙来了。旧天空当年不是打不过外面的海兽，是一直在砍外巢，没找到巢根。阿奎说的对，这东西得连根拔起。白灯印记，压下去。会上风骨纹的，能撑1刻钟，不能再多。1刻钟够了。不够，能不能不硬说够？他在后缩。许燕陆清河。快点！我不喜欢被一群烂泥抱着。拉住了，账本也还在。你刚才拉了吗？我拉住了神城的经济命脉，听着好像也挺重要的。退了，黑潮退了。这只是潮河的一支。我知道。把这个喝了。这是外附的吧？哦，拿错了，喝这个。城主现在在船上地位堪忧。我们同意签订海契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什么意思？黑潮已经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，下一次来的不会只是这一支潮河。那怎么办？把白灯、风河、开荒号连成一条路。你要重建海上路线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不是守一个岛，也不是就一盏灯，我们要把断掉的海路重新缝起来。白灯礁，风帆一岛，鹿鸣神城。海气出力，掠船，听着比烂泥有意思。下一场更大，那就让开荒号再大一点。这东西也算船？我觉得算猎物。你们这些武力怪心都挺大。是无帆猎船，你见过？只听说过。旧传说里，无帆猎船不追人，只追亮起来的航线。被他盯上的路，最后都会断。他不是来攻岛，他要来咬海气。他在咬风道。开荒号转向，船副刚补完，你别一上来就拿他硬撞。这次不撞船，打影子。不打船身打哪儿？打他和海之间的影子。城主，他不是浮在水上，是被影子拖着走。所以他不靠风，也不靠浪。看影子，这货新鲜。钩索，快下！他看我们了。别让他上锁。这车要这么好用？只能拖一口气。那也很好了。所以别浪费。
看见命眼了吗？船头那个是假的，眼睛还能有假的？真的在船尾阴影里。他在骗风塔打前面，难怪旧传说里没人打成过他。上船还不交钱？别提钱，他们真交了你敢收？下凶！明白。右舷岛里面又沉了。石头，把副轴接3号头。阿木，别管右舷，尽力去保船心。那可是新扣，活人比新扣贵。这话也没毛病。根本就打不到。那就等他自己露出来。还有自爆！不是自爆，是换壳。根在影子里，船只是壳子，影子才是病根。陆启谋，别担心。这种事怎么能少我？帮他们回来！列船印，下面还有字。黑潮列船，非自然生成。第二母港，你们还要往第二母港去？没事，他说没事的时候，一般都有事。我现在负责船上伤病，我说了算。这船上终于有人敢管他了。今晚星星真是不错。别叫了，船底风骨轮还在跳。哪里？他在接东西。参透不见了。第二母港，我能不能申请没看见？晚了。海气刚立，第二母港就露了头。不一定是他露头，是列船把路带出来了。他来咬我们的航线，死了，就把自己的来路留下了。海奇要补充一条。补什么？以后黑潮列船出现，白灯示警，风帆提供风力，开荒号负责截杀。路既然重新亮了，就不能再让它断。风帆胰岛同意，神城也记下。那我也记上。这也要记？以后每一场仗都得记，每一根铜钉也得记。这条路不是海自己亮的，是拿命和钱砸出来的。这句记进航海录。好。你轻点，那根轴挺贵的。贵人也得修，修可以，别砸。好了，真好啊，别的没坏，可能把你吓坏了。船新闻还在跳，跳得厉害，不是坏，像是在等什么。他们在试路，还没走到一起。别乱我还没动呢。你手没动，眼睛已经动3圈了。先别动，让他们自己找路。隔着海还能抓人，这才是总攻。还活着，不算活物，更像伤口结下来的痂，痂也会跑。黑潮的会怎么处？先用白灯逼他现形，再用清风剥开外壳，最后用药液切断残根。白灯逼形，清风剥口，药液断根。听着又是一笔新开销，治病的钱不能省。这不是救天宫的船，不是，也不像神城一开始能造出来的船。那确实，我们可是花了很多钱，很多。你们行商都这样说话？我只是替这船表达身价。风帆胰岛不可能归神城，风道也不能全部交给你。那你打算要什么？白灯亮了，风和稳了，开荒号也还没沉，我要这3样，以后别再各守各的。你的意思是让风帆胰岛替神城守路？不是替神城，是替所有还想走这条路的人。这就是你说的海气？确定不是归附？不是，也不是借路之后就走。路亮起来，就不能只给1艘船走。风帆胰岛给一半风道。风眠，若不是他们，风河已经被黑潮吃了。7年里我们等不到1艘船，现在船来了，还能打黑猎船？我们不把风道拿出来，难道继续守着岛等死吗？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别激动太早，海切成了，黑潮也会看见，那就让他看见，
把土记账。记什么？海切第1条。这局以后要不要收签字费？你胆子不小。我胆子小，所以才想把规矩写清楚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你们怎么活下来的。你觉得我们建的不好？你们能撑7年，已经很好了。什么意思？黑潮再来，第一口不会咬风河，他会堵这里，然后腌粮，再断药，最后逼所有人挤到风河塔下。那该怎么办？不合理的地方就改。现在听见改字就害怕。第一，岛后排潮沟分3层，净化药液不够撑整座岛，不用药猎撑，就地取材，用风把残痕吹进净化沟，再集中烧。第二，避难路不能只有1条，主路给战士，副路给老人孩子，暗路给伤员。这得拆很多屋子吧？屋子拆了能重建。这些东西你们神城都做过？神城以前比这里乱，真乱，血一大，路都找不到。你想让风帆胰岛学神城？不是学神城，神城没有风河和风帆帆塔，也没有你们这些能听风的人。你们要建的不是第2座神城，是能在黑海里活下去的风帆胰岛。那你走了以后呢？你们自己建。这图我只能看懂一半，能看懂一半就够了，剩下一半我来告诉你。阿木会给你们留一套风训盘，把这东西接在风河塔下。风河亮时，它能把图文传到开荒号，也能传回旧港。你们把这个留给我们？海契成本记公账。你帮我们建家园，图什么？白灯亮了，海路就不该再断。风帆一岛稳住，白灯礁才不会是孤岛。这不是帮你们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你们神城的人说话都这么绕？我不是，我说话一般很直接。比如这事儿要花多少钱？记住，记住什么？以后风帆胰岛不止守风，还要学会修路、存粮、治伤、排潮。我们以前只想着守住风河，以后要守得住人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风训盘、铜线、药液，全部记公账。我算啥？重工。听着比人工厉害。神城也是这么起来的，和你们也差不多，也是先打仗再跑路，是先努力的活着。这一天会有人记得。这东西能接近复古帆阵？你们这帆阵太粗，风会乱撞。粗怎么了？粗才结实。帆骨是结实，可这儿吃风回船太慢。你是说他转向跟不上？谁敢在我没点头前乱拆风骨帆阵，我就让他一辈子只配修木桶。实在说话。我们总攻人不在船上，但哪儿都在。副风河不接在主帆上，不接主帆那接哪？接侧帆和机关，让风河给机关借力，这样钩索回收能快1倍。你们拿风河拉钩索不行吗？可以试试，但只许接副线。好归好，别又拿我试。还在看第2母港，因为猎船是从那里来的。现在去？现在不去，船伤没好，海期刚成，白灯和风河都还不稳定。现在去第2母港，就是拿一艘船撞一片黑海。你终于像个会惜命的人了。风直跟你们走一程，风道我熟，他会引风，也会看风塔裂纹。海期要连路，船上得有风帆胰岛的人。上了开荒号，就得听传令。我知道，还得听桑枝的。他也管我。现在就开始玩，习惯就好。不是让你去玩的。我知道。心思放灵活点，边看边学，活着回来。风帆胰岛把1名引风手交给你，我会带回来的。是一定得带回来。城主，路通了，可以返航。返航。哎，这2个字今天听着真像天籁。前方有船影。我就知道，返航2个字不能说太早。他们拦的是归路，那就打出回路。开荒号，返航。1艘已经够晦气，3艘是不是有点不讲规矩？正好省得一艘一艘找。你们打架的人是不是都不太会算数？我会算，1艘拉1次，3艘拉3次。你这算法不如不算。他在拦路。他们是在等我们撞过去。这像风帆胰岛旧镇里的3丁锁风。说人话。3艘船互相咬住风线，你打左边，右边就收路；打右边，中间就咬船。所以怎么打？不知道。城主，船底风骨纹在被拉偏，钩索能用，副风河也能撑。
那不能被3艘一起拽住。黑潮不多，什么意思？这3艘船里的黑潮不像上一艘那么满。3艘猎船不是主力，水下那条东西才是。打中间。我刚说了，打中间左右会合上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合上。城主，我现在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，说明你反应快。说清楚。他们要锁航线，就必须维持3角。我们打中间，左右会合围，合围时水下那条筋会被拉紧。你要斩筋，不下水怎么看？让它自己露出来。真接接，那可是信补的，还没穿，能撑得住。现在开始拖它。看见了，复风河，站稳！你刚才救了神城财政，快跑！风骨我顶不住太久，让他出水。真难看。重弩准备，放。过了没？还没。都给老子下去！手伸出来，还能握刀就别装死。你这个要洗疼也忍着。阿七姑娘现在比黑潮还吓人。你完了。我是说可靠。他还要给航线冲散。船尾回旋弩能转，但角度不够，我能见风转尾，转太猛了绞盘会裂的，裂了你再修。来不及了，转！这船尾甩的比熊力扔人还狠，我扔的比这准。这。让他跑了，那能不能别让他跑？他跑不掉。路开了，开了。这次真累，我也累。你又没干活，我刚才一直担心你们，这也是一种消耗。我们还追吗？不追了。这次你确定不追？我们带着海器、拓片、列船骨牌，这些东西比多杀一艘沉船重要。你终于不冲动了，手。小伤。这船上禁止说这2个字。规矩真是越来越多了。我记，我马上记。你们平时出海就这么激烈的吗？我们也是第一次出海，第一次就这么打，不然呢？船造出来不就是用来干这些的吗？幸好船芯没裂，不过右电大修，复风河接的不错。那我能不能？不能。欢迎正式登船。写的不错，你看得懂吗？识字不多还爱点评。我现在识字比以前多了不少。那你念念开荒号是哪3个字？我去拉烂手。快回去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回去以后不能只修开荒号，得造第2艘。桑枝听见会骂你。我已经听见了。别喊得像刚旅游回来。差不多，我这不是高兴吗？这就是鹿鸣神城。你们真是在荒地里建出来的？不然呢？天上掉的。难怪你们敢把城推到海上。船回来了。人也回来了。都回来了。伤着没有？没有。他没伤，他伤别人挺熟，救人也熟，非常熟。
回来就好。你们把船当城墙撞了？撞了3艘列船，3艘。2沉1碎。这谁接的？我接的还挺好，就是副线接的太急，回风槽少半寸，再这么用2次，船尾会裂。听见没？不算差已经是夸你了。你说要造第2艘？是。开荒号还没修，你就惦记第2艘？一艘船能开路，但守不住整条路。我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处坐标，是一条航线。白灯礁仍亮，风帆移岛利海气，第1母港污染，黑潮列船来自第2母港。真带回来了。这东西不是单纯的黑潮客，能追踪第2母港吗？你刚回来就想去送第2回？他现在知道先修船，你信？信一半吧。你咋不写了？有些话写了容易挨打。白灯礁，风帆移岛，神城。这条路通了。风帆移岛在改建，风训盘已经留在那里。我会从旧港远程看图，风塔底座、排潮沟、避难栈道的图纸都会传回母库。隔着海也能修？只要图纸准，人听话就能修。后半句才是重点。海气第1条，以后白灯示警，风帆给风，开荒号开路，黑潮列船出现，3方共诛。海气。第2艘远航船也要开工。我就知道这一天会来。你负责算。那我能不能算慢一点？可以，但开工不能慢。这话比丧尸还狠。你说人坏话能不能避着点人？总工辛苦。第2艘船要单独设净化舱，黑潮伤口不能和普通伤员混在一起，药舱也要分禁药和急救药。出海的人都要学会先洗伤口，别等黑纹爬到骨头里才喊疼，藏也没用。这条我来补成医馆规矩。舵盘下面要多加一层副纹板，列船锁航线时腹股纹会被拉偏，下次要有第2套纹顶上。机括舱也要大，不是舒服是好修。你是不是想顺便多塞工具？工具多命硬。第2艘船可以一开始就做3侧缝合槽。你回头画图。我？不然让巴图画。我的手只能用来要钱。我画。这才是路真正带回来的东西，不是坐标，不是套片，是他们终于知道，外面的世界可以被修、被守、被重新连起来。怎么了？残图自己开了，这不像好事。他知道我们了，是盯上了。别看我，我连第2艘船的钱都还没算清。不是普通动手，是旧天宫的归港中。旧天宫的远航船回港时，船上会鲜明归港中。和旧天宫的船，不是37艘出去，1艘都没回来吗？船上有人。活的。太安静了。不是安静，是所有声音都停在了同一刻。航线外集合，所有工匠停工，骨梁放稳，头颅放火。不对，旧天宫的远航记录里没有第38艘船。你知道这艘船？旧天宫最后一艘试验型远航船，它没有被计入37艘远航船的正式名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去寻找外域，它的任务是确认黑海里的时间是否和大荒一样流动。我跟你去。算我一个。船上有人，其他人守在船下。甲板是温的。
是一艘死船。没有脉，死了。尸体不该是温的。这里还有。饭还是热的。海菜汤，刚出锅不会超过半个时辰。这艘船失踪了400多年。别碰！我只看。他刚才真的说话了。他们没有完全停住，时间还在走，只是走得太慢。天宫记载过赤海，有些地方外面过去1天，里面可能只过去1个时辰。也可能反过来，航海记录应该在里面。这风河比开荒号上的复杂，不准拆。我只看看。试试开荒号的风骨印记。97次，这里还有。每一次都只活了30天，城中无活人。未来在变。开荒号倒插主航道，他已经学会改变未来。什么东西？一样。镜子里的事还没发生。可他见过96次。他可能一直被困在同一段航线里，每到第30日就看见神城毁灭，再回到起航那天。那他现在为什么真的回来了？因为我们准备建造第2艘船。他想写第97次失败。要不停工1天，先把这艘船查清楚。主骨还没正式落槽，现在停损失不大。损失几根骨头，总比全程变成船上的样子强。你信镜子母？信一半。他一直把毁灭指向第2艘船，他想让神城主动停下来。那他怕什么？就天宫共有37艘远航船，都是孤船。神城要造的不是另一艘孤船，他怕船队。城主，我不是怕花钱，我是怕人全没了，账给谁看？镜子告诉我们继续造船会发生什么，可他没告诉我们停下以后会发生什么。看到的未来不是命令，最多是一张需要我们重画的图。落丁之后，2号船坞正式开工。回部队，反腐。停止。他看见你了。后面还有一座港，第2母港不是黑潮的源头，它只是一座外围回收港。